陛下，是16公子，这些骑兵可能战否？回陛下，这等骑兵无手下铁骑，不敌也。儿臣护驾来迟，请父皇恕罪。此处并无危险，何来护驾一说？随朕当帐中说话。是。贪狼，你带兵挡住朕出行的途径，所意为何？儿臣此次前来，是请父皇父死，将皇位传给儿臣。放肆！信不信朕现在就杀了你？父皇，您不会杀我的。哼，燕丹要杀朕，荆轲要杀朕，六国余孽要杀朕，就连朕的儿子也要杀朕，难道你们就看不到朕做了什么吗？儿臣不会杀您，但您却会死，儿臣也不得不这么做。哼，朕若是死了，你会如何做？拿到您的遗诏，昭告天下，始皇驾崩，贪狼为帝，携军回咸阳，镇压宵小，杀六国余孽，重建秦国制度，以民为本，以军为矛为盾，发展经济，建立万古不灭王朝。哈哈哈哈，好一个万古不灭！朕且问你，长城你建造否？儿臣不会建，赌不如输。您建造长城是为了阻挡外族入侵，别人骂您建造长城乃是好大喜功，乃是昏庸决策，但他们不知道，正是您这项决定，才保证了华夏民族得以千载传承。且长城并非您一个人在建造，早在远古时期，为了阻挡游牧民族的入侵，原始部落就开始建造了，六国也在建造，只不过您将其完善了，但是大家却只说您暴政，在建造无用的工程，却不知这是最经济实惠、阻挡外敌的办法。那你为何不愿意继续建造？正如我所说，赌不如输，恕儿臣不敬。您之所以建造长城，那是您实力不足，未能灭掉那方游牧民族而已。儿臣尚未定会携5支铁骑横扫草原，灭掉他们，让秦朝子民努力生儿育女，迁移到草原去，饮马瀚海，封狼居胥，西归大河，列郡祁连。好一个饮马瀚海，封狼居胥，西归大河，列郡祁连。那朕再问你，你有如此能力，为何却一直隐藏？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胡说！你乃朕的儿子，谁会摧害于你？当初吕不韦扶持您上位，您身为帝王，嫪毐不亦想杀您篡位。您觉得我小小年纪能在这权势争斗中存活下来，靠什么？靠我死去的母亲吗？贪狼是他与一位宫女所产子嗣，并且当初难产而死，由奶娘带大，没有任何的实力背景。如果表现出其天赋，必然有人妒忌，很可能会将其害死。从今日起，你就跟在朕身侧吧。朕知你野心，若你足够优秀，朕也不是不可以将皇位传于你。不必了，父皇，您大限将至，今日不死，明日必死无疑。放肆！父皇，这外面的是我训出的银甲骑兵，人人如龙，以1敌100，此军可战万军而不败。父皇以为我只有100骑吗？若是我想造反，何必等到今日？我知道您不信，但也不由得您不信。或许您好奇，我母亲难产而死，我跟奶娘长大，毫无背景，如何拥有这样恐怖的实力？其实这一切都是先人所赐。先人，你以为朕会相信这些？儿臣的先人指点一梦千年，从3皇5帝到父皇一统天下，到秦国兴衰，汉朝崛起，兴衰覆灭，王朝更迭。父皇从小便在赵国当质子，而燕国太子丹是您当时最好的朋友。之后，您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到了秦国，登上皇位，而您只是一位傀儡皇帝，真正把持朝政的则是吕不韦。不仅如此，您的母亲臣的奶奶赵姬更是跟嫪毐不清不楚，为您生下一位弟弟，更是意图让自己的儿子当上秦国国君。这些有心人去查一下都能查出来，能证明什么？您每日子时和午时应该是最难熬的吧？必须服用所谓的仙丹才能缓解，但是您开始大把的掉头发，不吃仙丹就昏昏沉沉，整个人没有精神，哈欠连天，更是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情绪易怒，难以控制。这是仙丹有问题。所谓的仙丹不过是那些术士用重金属炼制出来的剧毒药物，长期服用，您的身体早就已经破败不堪。而根据我看到的历史，您将于明天暴毙于沙丘。不可能，朕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可能会死。不出意外，要么今晚，要么明天，您死后，赵高和李斯就会私自篡改遗诏，立胡亥为帝，密不发丧，直接运送回咸阳。而为了掩盖您尸体腐烂发臭，赵高会用大量脏鲍鱼的腥臭味掩盖你尸体散发的尸臭。等让胡亥上位以后，为了以绝后患，一纸诏书赐死大哥扶苏和蒙恬，让他们自杀，将自己其他兄弟挨个处决，更是将6位兄弟和10位姐妹乱马踩踏而死。公子高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也自愿殉葬而死。赵高和李斯更是直接把持朝政，架空胡亥，让其成为2人傀儡。在朝堂之上，赵高更是指鹿为马，胡亥酒池肉林。秦二世在位3年被赵高杀死，而后赵高立子婴为秦王，后子婴不满赵高专权，
权，不甘于傀儡地位，不久用计杀死赵高，并灭其三族。然一切都已无力回天。起义军破武关，攻瑶官兵临咸阳。子婴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系紧遗嘱，白马素车，奉天子喜符，投降起义军，而后被杀死。自此，秦朝覆灭。不，朕不会死，朕更不能死。请父皇下诏传位给儿臣，儿臣不忍父皇一手创建的秦朝覆灭，也只有儿臣才有能力将秦朝延续下去，完成您没有完成的万世霸业。丁感受到宿主处于死亡边缘，国运系统激活，只要国运不灭，宿主就不会死亡。丁因绑定系统，强制延寿3年。秦始皇懵逼了，但很快就冷静下来。系统，贪狼说我还有1天的寿命，是真的？是正常历史轨迹，秦始皇于明日暴毙于沙丘。也就是说，只要国运不灭，朕就不会死。只要朕一直在位，国运将会永远不灭，朕岂不是万寿无疆？丁始皇不死，国运不灭，但秦朝国运已尽，始皇身体也会随着国运衰败，最终生死不灭。那怎么样才能延续国运？秦朝的国运取决于国君决策，每一项抉择都将影响国运，越是重大的抉择，影响就越大。朕要是将皇位传给扶苏呢？丁将会延长10年国运。那传给胡亥呢？丁3年国运。那传给公子高呢？丁6年国运。系统，我要是将皇位传给贪狼呢？丁无法计算，预估至少兴盛100年不衰。丁检测到您的言语激发了秦始皇的潜力，寿命得到延长。我操，还能这样玩？延长了多少？丁至少3年。指皇父嘎，这皇帝爱谁当谁当。父皇，我养了一条大黑狗，好像生崽了，儿臣就先告辞了。好孩子，你别着急走啊！你不是想让朕下诏传位给你吗？朕现在就写诏书传位给你，以后你就是大秦的皇帝，你才是秦二世。哈哈哈哈！不，您还是传给扶苏吧，我觉得扶苏就不错，您也不用担心，我拥兵自重，大哥很好，我肯定协军协助，谁敢不服，我就干他。提起扶苏，秦始皇就头疼，才给他延续10年国运。再看贪狼，这孩子天生就是当帝王的料啊！父皇，那个我想起来，我马还没喂，我去喂马了。不用，我让赵高去专门给你喂马。父皇，您就说怎么才能让我走吧。朕下诏传位于你，你接着就能走了。哈哈哈哈！除了这个呢？秦始皇盯着贪狼，面色冷峻起来。贪狼也有些吃不消，好歹是千古一帝，那身上的威压气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但贪狼还是咬着牙没答应。你难道就忍心大秦500多年的基业，30代人的心血，就这么付之一炬吗？父皇，您多虑了，只要您在，大秦必然会万世昌盛，大秦基业怎么可能会付之一炬呢？臭小子，你所说的，朕又怎么会不知道？朕的身体每况愈下，又能撑得了几年？你大哥扶苏为人仁慈，缺乏果断，无法镇压宵小，其他人更是。如今朕只能在有生之年培养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让我大秦延续下去。狼儿，朕绝无甚可。我就算了，一没背景，二没实力的，你让我当皇帝，谁服我？背景，朕就是你最大的背景。朕说选谁就选谁，谁敢不服？父皇，您是千古一帝，震烁古今，谁敢不服？但我不是啊，您就别难为我了，儿臣告退。快跑！一众银甲骑兵浩浩荡荡跟着贪狼快速逃走。众人看到这一幕，王贲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哇，陛下威仪！而就在此刻，秦始皇满脸怒容地从营帐内走出。这臭小子！众人听到这话，这哪里是斥骂，这分明是宠溺的称谓啊！赵高脸色阴沉，李斯看了一眼贪狼离开的方向，心中也很是惊讶。看来这个一直以来常说的16公子并不简单，虽然不知他们谈了什么，但显然始皇对这位16公子是很满意啊。父皇，16哥怎么走了？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巡游啊？哼，你16哥还有要事要忙，哪像你整天无所事事。此话一出，赵高的脸色顿时就变了。看来这是秦始皇嫌弃胡亥没有建树了，必须要让胡亥以后有所作为才行。赵高你赵，朕东巡天下，忧心朝堂，责令贪狼监国，待朕监管朝堂。此令一出，众人哗然，瞪大了双眼。在感受到秦始皇身上那霸道无比的气势以后，猛然反应过来，急忙低下头。这可是监国啊！要知道，就连公子扶苏都从没有获得监国的权利。陛下，您确定是让16公子？你在质疑朕？不敢。陛下，我觉得让16公子监国这件事情还需要考量一下，毕竟一直以来，微臣从未听说过16公子有何建树。如果贸然让其监国，恐怕会……朕的儿子，朕有信心，此事就这么定了。秦始皇压根不给李斯反驳的机会。赵高拟好诏书以后，秦始皇盖章以后，立即安排快马加鞭赶往咸阳。丁让贪狼监国，国运增长，国祚延长3个月，宿主寿命延长3个月。
仅仅是一个决策就延长了3个月的寿命，哈哈哈哈！小子，希望你能给朕更多的惊喜。毕竟这孩子可是连系统都无法计算可以延长国祚多少年的人。3天后，贪狼带领着一众骑兵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咸阳，安顿好这些骑兵，贪狼就回到府上。刚一进门，迎面就传来一阵训斥。贪狼，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竟然也不给我说一声，出了事情要我怎么跟赵大人交代？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这人是我的管家，没想到区区一个管家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说的赵大人是赵高？那是当然，要不是赵大人，你能有这院子住，恐怕早就在野外冻死了。你笑什么？该死！信不信今天还把你绑在屋里？贪狼脑海中关于这个管家的记忆越来越多。贪狼母亲只是一位宫女，母亲死后由宫中奶娘养大，可能是营养不良，亦或者神魂缺失，智力发育并不好，整个人显得浑浑噩噩，几乎也是人人可以欺负。籍贯以后，住在宫外，几乎就是被这个管家掌控。要是管家平常烦了，就让人打他，将其捆绑起来关在屋里，不允许外出，不给饭吃。贪狼想起自己被系统改造前那跟同龄人不符的瘦弱身躯，也明白想必这管家就是罪魁祸首了。真是可笑啊！前世生活在一个科技文明极其发达的时代，但依然少不了被人欺辱。如今穿回了秦朝，哪怕身为皇子，也改变不了被人欺辱的状况，合着就自己活该嘛！哟呵，你还敢瞪我？咋地？反了天了！刀下生，刀下死。救命啊！救命啊！来人，拖出去处理了。是，贪狼很清楚，如果他不狠，就无法在这个秦朝活下去。现在的他不是单纯的那个痴傻的16公子，更不是那个从现代社会穿越而来的人，而是两者融合以后，一个全新的贪狼，一个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公子，别杀我！我跟的管家时间最长，我什么都知道。那你说为什么他听赵高的，而不在乎我这个皇子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命都掌握在赵高手中，陛下他根本不会关注到你这个16皇子，所以那赵高为什么不直接让你们杀了我，而是圈养在这个庭院里？因为赵大人说以后还有用到你的地方。贪狼瞬间明白了，他要扶持胡亥上位，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自己的存在也是一种威胁。哪怕是痴痴傻傻的状态，如果面临夺嫡之争，那么自己也是胡亥夺嫡的一个筹码，一枚棋子。真的是好算盘啊！将所有的家丁女奴全数砍了，那个管家绑起来，给我挂到树上，给我搜搜看看府里还有多少钱。是。刀下生，刀下死。素白、宁野，你们俩跟我去一趟市集，其他人把院子收拾下。贪狼把自己家抄了，也不知道自己这里的钱币怎么算。这年头的财产都是各种金银珠宝、布匹和粮食，想来也是够花一阵了。一行人来到了市集，此次的目的就是购置奴役，府上的佣人全嘎了，总不能什么事都自己干吧，还是要有佣人的。走，去旗亭看看去。很快，贪狼就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奴隶市场，挑选了10个身强力壮的男丁。难得的是，贪狼看到了一位木匠和铁匠，这在古代可算是比较稀缺珍贵的行业了。一般有了匠级，也不会沦为奴籍，虽然贵了一点，贪狼也含泪都买了下来。再挑选几个女奴吧。公子请随我来。哦，这些都是我们家的极品，公子放心，全都是清白之身。这个是没人要吗？公子，这女子身份是个麻烦，她原本是赵国贵族，灭国后被贬为奴籍。原本有赵国贵族想要替其赎身，但却朝廷制止。后面有人想要买她，又被赵国贵族威胁，所以一直在这里。你要是喜欢，尽管买走，按照普通女奴的价格给您。毕竟在我这里，打也不是，骂也不行，还要好生伺候，实在麻烦。这种赔钱货你还敢要钱？我买5个，这个当天头送我。嘿嘿。啊，真是把我当做天头，赔钱货。行就行，不行你继续伺候着。算了，这女子压根就没人敢买。行，那就送给公子了。这一趟下来，10个男奴，5个女奴，1个做饭的厨师，1个算账的先生，1个管家，1个木匠，1个铁匠，总共花费了他18000多枚铜钱。贪狼口袋里算是真的空空如也了。哎，又要吃土了。一行人来到府上之后，看到地上的血迹，都被吓傻了。院子里不太干净，等处理完就看不出来了。放心吧，只要你们好好干活，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真难受，连个椅子都没有，一会得让木匠给我做把椅子先。秦朝时期都是席地而坐，要么就在床榻上，非常不方便。对于贪狼这个思想里习惯了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对生活品质要求还是很高的。贪狼不由得想起国运对话空间，立即打开系统。
大秦重工恒星级战舰运行，大秦出品必属精品发动机，恒星级发动机动力系统可控核聚变。我操，这么牛逼吗？个10百千万00000，这么多个零，你个狗系统！看着自己仅有的98点国运值，贪狼顿感无力。咱也不好高骛远，兑换个椅子。明夜，去看看他们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就把木匠给我喊过来。是，没多久，一行家丁整整齐齐的站着一起。看到那6个女婢的时候，贪狼眼前一亮。不得不说，这些女婢还都挺标致的，稍微打扮一番，也是妥妥的女神级别，也是舔狗们得不到的存在。特别是这个赵国贵族，不仅容貌绝佳，身段也非常好看。赵兰山注意到贪狼的眼神，扭过头去，满脸的厌恶。要是放在前世，这种级别的美女，我多看一眼都是罪。人家骂自己傻逼，我也是一点办法没有。但现在不一样，我是皇子，惯着你了，素白长嘴。是。记住，我是主，你们是仆，生杀大权也在我，懂吗？这个木匠，你叫什么？小人陈茂盛。你呢？小人杜铁山。诏令道：16皇子贪狼接诏。这秦始皇不会直接下诏把皇位传给我了吧？我还没有享受纨绔子弟的生活呢。16皇子，请接诏吧。儿臣接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东巡天下，忧心朝堂，责令贪狼监国，待朕监管朝堂，布告天下，贤使闻之。监国，这老小子真会玩啊！自己不愿意继承皇位，就先让自己监国，不愧是秦始皇啊！16皇子，接诏吧。儿臣接旨。那个监国需要每天上朝吗？监国既是代替陛下处理朝政、监管国家之意，应该是要的。真麻烦，人家都是八国的掌权，监国更是权力无穷大。只要秦始皇不在咸阳，他就几乎等同于皇帝。他倒好，嫌麻烦。16皇子，您说什么？没什么，你是冯杰，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啊，你好，你好。御史大夫的官职可不小，位列3公啊。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啊。现在还不能站队呀。虽然现在16公子监国，但属于名不正言不顺，太子之位也还空缺。现在朝堂上大多数都是支持扶苏公子的，16公子监国暂不能说明什么，还是要多观察，不露头才是最好的选择。且这16皇子突然获得权力，肯定要营造自己的实力，这是在拉拢自己啊！哪里，既然诏书已经送到，那在下就先告辞了。老狐狸，木匠、铁匠留下，其他人带走干活去吧。我要你们给我做一些家具，你带人去找个地方建造一个锻造炉，先这样，再这样。2个人听完贪狼的讲述，都仔细思考着这种家具的构造。很快，他们就明白了贪狼所说的东西的恐怖性。而此时，咸阳城很是热闹，秦皇诏令已经贴在城门。咸阳城内的百姓都很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贪狼这个皇子。这个贪狼是谁啊？怎么之前从未听说过？皇帝的儿子很多，咱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贪狼皇子好像是皇帝的16子，但是好像也没流传他什么功绩，怎么就突然监国了呢？百姓议论纷纷，这诏书对于文武百官来说更是不亚于一记炸弹。摆明惊奇，战力惊人，这怎么可能？要知道现在的战马可是非常稀缺的，精良铁骑更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训练出来的。这贪狼名不见经传，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多私兵？最关键的是，始皇不仅不生气，甚至还让其监国，这一切都透露着诡异和不正常。来人，拿竹简刻刀来，要赶紧通知远在边疆的扶苏公子。他们蒙家一直都是扶苏的支持者，早就跟扶苏捆绑到了一辆战车上，他们绝不允许太子出现别的竞争者。爷爷，我爹信上说什么了？竟然有如此奇兵，不简单呢。爷爷，这个贪狼是谁呀？应该是陛下的16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6子应该是陛下酒后与一名宫女所生，那个宫女难产而死，后被少府安排人抚养，倒是很少露面。这小小年纪就隐藏这么深。爷爷，你说陛下会让贪狼当太子吗？毕竟都监国了，好像扶苏公子都没有这个待遇。闭嘴！皇家的事情不要擅自讨论。且现在陛下正值壮年，应该不会考虑立太子的事情。更何况什么？你这么好奇干什么？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的枪法练了吗？人家贪狼都监国了，咱不表示吗？你这个小崽子，学武不好好学，天天想这些歪门邪道。我告诉你，离这个贪狼远一点，否则被卖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给我练武去！陛下家里竟然出来这样一个小狐狸，看来这朝堂又该不安稳了。这贪狼也绝对不是什么简单之辈，自己这个孙子脑子好像缺根弦，这要是跟贪狼混在一起，被卖了都不知道。怎么样？跟我所料一样，贪狼现在势单力薄，想要拉取一些势力。你同意了？
非也，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虽然贪狼现在获得了监国的权利，但是咱们对他毫不了解，贸然就加入他的阵营，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更何况咱们还有公子扶苏呢。可扶苏已经被发配边疆了。话可不能这么说，扶苏公子始终是陛下的长子。先静观其变吧。各方势力都在观望着，对此贪狼毫不在意。毕竟如今这个阶段，朝堂势力几乎已经成型，各个派系也基本都很稳定，权势之间牵扯的利益非常深。他现在凭空出现，想要收拢人心，不是那么容易。谁？是我，赵兰山。进来，这大半夜的，你有何事？我来侍寝。讨厌死了。实不相瞒，我是赵国公主。所以呢？你现在监国，有这个权利，我希望你可以放过我们赵国的贵族，让他们重回故地。你也要回去？不，我会留在你身边，永远服侍你。我拒绝。为什么？你都已经得到我了。别说你的身子，你的命都在我手里。再说了，是你主动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用道德绑架我，这招在我这里不好使。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的世界不是为了女人而存在的。想在这里待着就待着，不想待着就给我滚出去。不知道这女人怎么想的，睡一觉就得为她卖命，怎么可能？贪狼两世为人，从他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的目标就不一样了。虽然表现的贪图享受，但内心有更伟大的抱负。他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是华夏民族的复兴，所以绝不会因为一个女人而放弃。让赵国贵族重回故地，重新集结势力去造反吗？真是可笑！殿下，马车备好了，该去上朝了。走吧。看着大殿的那一瞬间，贪狼脑海中闪过曾经所学过的历史：夏商西周、秦汉三国、唐宋元明清。贪狼深吸一口气，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走上台阶，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一屁股坐在龙椅上。这龙椅怎么这么硬？他怎么敢坐陛下的位置？大逆不道，这是意图谋反！殿下，您虽然监国，但并没有继承皇位，所以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你们是说我不能坐龙椅背？那我坐哪儿？你们给我准备了吗？难不成我来监国还得我自己搬凳子？这是谁负责的？16公子，您贵为皇子，应知周礼，遵循儒道。您穿这身衣服来上朝，实在是不合礼数。周朝都灭亡多少年了，还周礼？还有为什么要遵循儒道？要是我做什么都得按照你们说的来，那我还做什么皇子，做什么监国？你们直接全管不就行了？实在不行，我劝父皇重新恢复禅让制，让他把皇位传给你们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儒辈。不敢。不敢就闭嘴！父皇让我来监国，你们这些各司其职的官员也不给我准备，怎么都想看我笑话？经过简短的接触，他们看出这位16皇子就不是一位循规守矩的主，更不会跟他们讲什么道理。那个谁，冯杰，你说说这些事情都是谁来安排的？这点工作都干不到位，我看还是别干了，换人。殿下请息怒，毕竟诏令太急，大家都没来得及准备，所以……那我就问一句话，你们身为我大秦的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能不能为君分忧，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能。那就行。接下来你们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什么事就去我府上找我。如果你们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本宫还是有罢免一些官员的权利的。最近就不用早朝了。这话是没事别找他嘛，如果找他就是能力不行，就要罢免官职。行了，有事就奏，无事退朝。臣有本要奏，邯郸一带出现旱灾，还请殿下能够派人前去赈灾。行，你安排吧。咋地？那我问你，掌管粮食的是谁？是智利内史。智利内史呢？臣在。这件事情你跟冯杰2个人搭配，能不能干好？这臣定当竭尽全力。另外，我再说一个问题，每年都是赈灾、蝗灾、水灾、旱灾，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旦出现自然灾害，就会有难民，会有人饿死？水火无情暂且不提，但是蝗灾和旱灾呢？虽然咱们目前无法控制降水量，但是一旦出现旱灾和蝗灾，就说颗粒无收，农民要饿死了，你们就喊着要朝廷赈灾。在我看来，你们这就是懒政不作为。殿下，照你所说，您岂不是有办法治理旱灾和蝗灾？难不成您有灭杀蝗虫和掌控雨水的能力？这倒没有，我说了，无法控制降水量，但出现灾情，百姓就没有饭吃，你们就没有想过解决灾情根源的办法？尔等愚钝，敢问殿下可有好办法？还请明示。归根结底的原因是百姓家里没有余粮啊，没有余粮就没有抗灾的能力，就没有任何抵抗风险的能力。众人面面相觑，他们感觉贪狼这就是在说废话。每年国库才收上来多少粮食，普通的百姓家里怎么可能会有余粮？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说废话？在你们心里，普通百姓是不是就应该挨饿？
启禀殿下，这一年的收成也就那么多，加上赋税并无多少余粮，也仅仅是够一家人吃上一年，想要存粮还是很困难的。是啊，但人生在世，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如果这些意外扩大，那就会形成难民。但如果他们手中有一年的存粮，今年的收成不好，可以支撑到明年。我问你们，这样的情况还会有人成为流民吗？都好好想想吧。如果谁能想出解决办法，本宫会亲自为他向陛下讨要奖赏。退朝。臣等告退。嘴嘴不凡啊，这口才和思维能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应该回去问问父亲的意见了。众人走后，贪狼在皇宫内转悠了起来。之前没来过，现在可得好好参观一下。与此同时，一封密信已经从皇宫送了出去。冯续集听完冯杰的讲述，说道：“这个贪狼我曾经见过一次。什么时候？在宫内吗？是在祭礼的时候，他站在最后，那时候又瘦又小，很难引人注意。那时只是觉得这孩子没有母亲，没有氏族护着，在宫中的生活一定很苦。自古以来，权势之争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帝王家，所以贪狼能活着长大，我很惊讶。是啊，我觉得贪狼面对众人的质问刁难，不仅丝毫没有惧意，反而能占据主权，已经很厉害了。不止于此，这位皇子有大才，他的目标更大，野心也更大。我建议你可以跟16公子接触一下。那公子扶苏呢？我们不应该质疑陛下的眼光。我作为右丞相，百官之首，也是最了解秦始皇的人之一。始皇不可能突然安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16皇子监国。我明白了。真不错，一个早朝长了15点的国运值，只是这食物太难吃了。盐是百味之首，没盐吃啥都没味，得搞点盐了。公主，我们来救你了。送钱的来了。嘿嘿。公主，站住！人可在我手里，你要是上来，我不保证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卑鄙！你快放了我家公主！只要你能放了我家公主，你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这位美女可是我花大价钱买来的。10两金子，放人。才10两，瞧不起谁呢？给你，我们全部就这些。就这么点钱，也敢出来赎人？你到底放不放人？钱我收了，至于人走不走，你得自己问他。你们回去吧，我不走了。公主殿下，我们是要回赵国故地的呀。你不要再说了，始皇不愿放人，我们根本走不掉。你们不用再劝我了，我留在这里不走了。一定是你给公主下了什么迷魂药，让公主不愿意离开的。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小心我告你诽谤。公主被这个人迷了心智，我们先救公主离开。哟呵，人家不愿意跟你们走，竟然就想抢人，简直找死！素白，摇人给我干他们！殿下，求求你放了他们吧，他们只是想要救我，有什么事就惩罚我吧，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赵兰山，你似乎还没认清自己的位置啊！在我这里只是一个奴婢，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赵国公主，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懂吗？我懂了，主人。人给我绑起来，我还缺少苦力呢。是，你是公主，在赵国应该念过书，懂文识字吧？行，以后跟在我身边，先把今天的收获清点一下，看看有多少。主人，一共是38两黄金，5两银，836枚秦半两，上好玉佩3块，中等玉佩5块，金珠1枚。不错，大丰收啊！让管家把这些钱交给账房先生，另外再去搞点铁矿和木材回来，咱们还有大事要做。大事，自从秦始皇一统6国之后，就禁止民间使用铁器，难不成贪狼准备造反？公主殿下为什么不跟我们走？当初秦国还没有一统的时候，我们6国就被逐个击破。现如今大秦国胜兵强，咱们有什么？就算咱们用赵国皇族的名号，又能招揽多少人愿意为咱们卖命？之前的赵国子民早就已经开始农耕，他们会愿意跟随咱们继续抛家弃子，为咱们打仗卖命吗？而且你们压根不知道对方是谁，就冲过来救我，难道不是来送死的吗？能为殿下死，我死而无憾。为我而死的人已经太多了，我不想有人再因我而死。买我的人叫银贪狼。16公子银贪狼，没错，监国皇子，我现在是奴籍，生死皆在他手。你们贸然闯入他的府邸，已是死罪。那又何妨？就算是皇子，我们也敢杀。对，大不了反了他。你们给我闭嘴！国不在，死亦何妨？不错不错，勇气可嘉。主人，刚才赵兰山说的没错，当初秦国1v6，你们赵国都干不过，难道现在指望一群老弱病残来造反？别开玩笑了。那又何妨？不负国，无宁死。别给自己扯大旗了。你愿意死，他们愿意吗？他们的家人愿意吗？
他们的孩子愿意吗？造反是要酒足消消乐的，你想过他们的亲朋好友吗？而且谁说你的国家就一定是赵国？在七国之前是周朝，之前的七国只不过是诸侯而已。七国的时候，又为何没人喊着七国统一，恢复周朝？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都是华夏人，炎黄子孙。七国斗了几百年，死了多少人？我大秦实现了大一统，至少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不再有战争，并且我们还在抵御外族入侵、匈奴之祸。几千年来，谁能像如今这样将其逼退700里，不敢来犯？我大秦做到了。你们每天想着复国，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已。再说，你们可曾听过始皇杀过任何一个功臣？哪怕是6国的官员，始皇都未曾杀过1人，并且给你们机会一视同仁，是你们自己不愿罢了。今天话就放在这里，素白。在今天，你们若是效忠于我，我就放了你们；如果不肯，活着也是浪费粮食。还请殿下饶命，我愿效忠殿下，以后为殿下马首是瞻。我以后就是您身边的一条狗，您让我往东，我就绝不往西。石伟，你愣着干什么？我家主人在给你机会，你不要不珍惜。我身为赵国人，当为赵国死，不要连累我的家人。这样迂腐的人留着也没用，我的目标跟你们不一样，什么国不国的，我要守护的是整个华夏民族，不被外寇当作两脚羊任意宰杀，仅此而已。贪狼随口的一句话，瞬间在石伟的脑海中炸响。他想起在年少的时候，匈奴入侵，在村落里肆意残害男女老少，原本存封的记忆全都浮现。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要打匈奴？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些游牧民族上个舞，谄媚人，喜耕种，岁岁朝贡。吾从今以后愿尊殿下为主，愿为殿下赴汤蹈火，只求杀匈奴之时能让吾亲手认之。没想到你也是个热血青年，好，到时候攻打匈奴的时候算你一个。谢殿下。安排好之后，贪狼回到院子，就看见站着一个身穿官服的人。你是谁？来我这里干什么？见过殿下，臣乃朝中仆射，近期有前朝齐国贵族上书，请求陛下准许他们返回故地，不知殿下何意？6国贵族一直都是秦始皇的禁忌，扶苏多次请求秦始皇让6国贵族返回故地，哪次不是被骂？如今更是被发配到边疆以示惩戒，他们竟然敢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昨天上朝的时候，你在不在？臣自然是在的。我不是说了，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要来打扰我，一切按部就班。什么叫按部就班，懂不懂？这些年当官当到狗身上去了吗？你怎么能骂人呢？简直有辱斯文，不尊儒法。丢你个嗨啊！老子法家的。那请问殿下，什么才算是大事呢？比如说有人要造反了，亦或者兵临城下，准备攻城了，如果发生了，再来通知我。如此监国，简直是在害国。我这就上书陛下，让陛下撤销你的监国权力。晚了。什么？我昨天说了，如果按部就班都做不好，那就是不适合这个岗位，说明这个官职也不适合你，也就是说你被我罢官了。我是陛下钦点的仆射，你不能罢免我。拿下！你去御史大夫的府上将冯杰喊来。殿下，这是。现在李斯不在，你是御史大夫，掌管大臣，这个人不适合做仆射，所以被我罢免了。你就看着谁合适，挑选1人，即日上任。臣明白了，这就去办。殿下，刚才盯着咱们的人又换了一批，需不需要？不必了。从他回来那一刻起，黑冰台的人就盯上他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呈现在秦始皇的案前。反正老秦活着，他就悠闲过日子；嘎了，他就继承皇位，就这么简单。陛下，先阳急报，呈上来。朕的儿子竟然遭受这种待遇，不过杀伐果断，有气魄，此子甚像吾。哈哈哈哈！直接坐上了龙椅，文武百官岂会放过你？不错不错，不仅将责任给推了出去，还震慑住了这群官员，手段不错。哈哈哈哈！赈灾这是自古以来都极为困难，优柔寡断反而会影响了赈灾，果断下令，快速赈灾才是正确的方法。此子甚像吾啊！哈哈哈哈！抵抗意外发生的能力，是啊，一直都没人考虑这个问题。我大秦百姓勤劳无比，日日辛勤耕作，为什么还是没有存粮？粮食产量太低，还是赋税太重？看来只能回去以后跟这个臭小子好好讨论一下了。兵临城下，有人造反，这才算大事儿，简直是胡闹！系统，如果我继续东游7天，国运增长多少？丁，始皇东游震慑宵小，国运增长10天；东游劳民伤财，国事拖延，国运减少30天。祭天满足始皇心理安慰，其真实作用并不大，国运减少30天。竟然减少了这么多，那我现在回咸阳呢？国运增长100天。好，回咸阳，传蒙毅。
陛下，王毅已率领礼官前往泰山代镇，向上天祈福。朕要立即赶回咸阳。陛下，前方就快要到泰山了，何故此时赶回咸阳？再不回去，贪狼这个臭小子就要把大秦的江山给毁了。臣遵命。这皇子也太懒了，日上三竿还不起床。这以后要是当了皇帝，估计也是昏君啊。石伟，跟我去一趟铁匠铺。来到铁匠铺后，石伟惊呆了。这里怎么跟我所见过的不一样？这是殿下新研制的曲原梨，一个人就能使用，无治小儿。哦，殿下，我能试试吗？试试吧。啊，这简直太轻松了！恭喜殿下，贺喜殿下！殿下研制出这曲原梨，功盖圣人。若是推广出去，必然天下人人赞扬。恭喜殿下，贺喜殿下！若是被天下百姓所知，必然天下归心，称赞你乃圣人在世。嘿嘿，没有那么夸张，有效果就行。石伟，你带着你那帮小兄弟，把后院那些土地均分成6份，全部耕出来。等干完以后，贪狼掏出从系统兑换的1袋种子，还是办过药的，不怕虫子把种子吃了。殿下，这种事还是交给我来吧。这点活算什么？不要以为我是皇子就什么活都不能干了。我告诉你们，男人要能屈能伸，什么活都能干。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低头种地，感受百姓的生活，如何能够理解他们的艰辛？说得好，小小年纪就有这种思想，不错不错。知民生才能知民苦，才能为民做主。你是何人？怎么进来的？石伟，不得无礼，这位可是咱们大秦的武成侯王大将军。石伟没想到，这个老者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王翦。赵兰山一双眸子满怀恨意地盯着王翦，因为灭他赵国的就是王翦。王翦察觉到了赵兰山的目光，看了过去。赵谦是你什么人？那是家父。你父亲不错，与我和殿下是旧相识。哼，杀人灭国的就相识吗？赵兰山，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话？如果不是旧相识，灭国之时，赵国就会被屠城，一个人也活不了，还会养在咸阳城。滚出去！哟，小子挺会唐人。大将军见笑了。老夫今天路过这里，就好奇来看看，小子你这是什么作物？颗粒怎会如此巨大？玉米。玉米犹如黄玉，确实好看。不过这产量几何？大概亩产2000多斤吧。小子，你说多少斤？2000斤啊！你知道亩产2000斤是什么概念吗？我当然知道，要不然为什么我要亲自来种？你确定你没诓骗老夫？本皇子还不屑如此。陛下，此乃祥瑞啊！得如此谷物，天下百姓何愁无粟果腹？天下何愁不太平呀？老爷子，您不必这样，就一个农作物而已。殿下，您有所不知啊，自古以来，征战打仗从来不是目的。你可知打仗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打仗肯定是为了胜利啊，获得更多的地盘。非也，打仗无非就是为了土地和人口而已。土地和人口最终的目标，也就是粮食和赋税。还是老将军想得透彻啊！殿下，看待事物你要有直视本质的能力，这样你才不会被表象所迷惑。老将军先不说了，我还要把这些都种上，测试一下产能呢。好，我来帮你。一老一少就这么默默无言，开始在后院耕种起来。1中午的时间，两人不仅种好了玉米、小麦，就连土豆、大豆、花生、番薯、西红柿全都种下了，还剩余几块空地。不种了吗？先不种了，我要先测试一下种子的产量。那这些种子你要是不用，不如让老夫拿回去种植。老将军，暂时不行啊！如果实验成功的话，我会把这些种子全种下去，而且我手中的种子也就这么点，能不能将这些农产品推广出去，就靠这些种子了。也是，这些种子可是无价之宝。你这院子里的士兵倒是精锐，但是外面那些土地谁来守着？没事，分点人过去就行了。那不行，这么重要的事怎能如此草率？老夫去营中给你要人，将你这些土地全都保护起来。那就谢过老将军了，老将军今天辛苦了，要不咱爷俩去吃点饭？好，告诉厨房今天吃烤肉，另外把我珍藏的好酒都给拿出来。酒足饭饱之后，贪狼感叹道：“这肉也不好吃，酒也不好喝，生活真是无趣啊！”小子，要知道以前哪怕是逢年过节也很难吃到肉，而这酒也是非常稀少，你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老将军，不要活在过去的历史里了，咱们的生活也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远古时期，人们茹毛饮血，难不成咱们也要像他们那样，才能忆苦思甜？臭小子，你这是在强词夺理。这不是强词夺理，这就是咱们思想观念上的差别。老将军，你们那个时代粮食短缺，肉食更是稀少，想要喝酒难之又难。但咱们大秦建立以后，百姓安居乐业，粮食也逐年增产，百姓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变好了？这倒是。那么人们生活变好，不是我们应该渴望的吗？为什么在您口中，仿佛享受就成了一种错？你可真是巧舌如簧。
非也，我觉得肉难吃，并不是肉质不好，而是调料太少，出盐又苦又涩，肉上的腥味也没有去除，更没有调味料，味道单一。我觉得酒难喝，因为酒味苦涩，酒精含量太少，度数太低，给不了我烈酒的感觉。男人当喝最烈的酒，骑最烈的马，娶最美的女人。不错不错，后生可畏啊！老将军，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所种植的这些农作物，远比咱们现在吃的粟米要好吃的多。那玉米鲜嫩多汁，更是美味。我要让整个大秦人人都吃上这种美食，既好吃，产量又高，百姓再无需担心无食果腹。王翦就这样看着贪狼，那言语间的豪气，那种霸气，仿佛让他看到了秦始皇的影子，甚至他感觉此子的野心更胜始皇。喝的差不多了，老头子，我要回去了。老将军慢走。赵兰山，你还想复仇吗？我。人是王翦将军的人杀的，王翦将军是我父皇派去的，而我又是秦始皇的儿子。你所处的地方又是大秦，更是大秦的皇城咸阳，这里到处都是你的敌人。你想复仇，随时可以动手，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是无法复仇的。你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忘掉你的仇恨。你记住，我父皇对你仁慈，不代表我也会对你仁慈。下去好好想想吧。赵兰山离开之后，贪狼叹息一声，他不是什么变态，只是比较理智而已。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多少王朝都毁在了女人手中，贪狼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从系统商城里用积分兑换了一只植物快速增长液，兑水稀释之后叫来了石尾。石尾，你用这些水给我浇地，一个坑位上浇一点点就够了，小心一点，不能浪费，知道吗？知道了，殿下。混账！这个贪狼简直欺人太甚，胡夜是我的人，当初为了这个职位，老夫煞费苦心。不行，我要给扶苏公子写信，让他回来。这贪狼还真把自己当成太子了。老师，这贪狼无法无天，这简直就是针对我们儒家，而且他自称法家，这就是在挑起两家争端。我儒家绝不认输，我这就组织儒家弟子去他府上讨要说法。你喊上咱们儒家几个德高望重的人去。这贪狼现在监国，正趾高气昂。如果你们年轻一代去，说不定这个混蛋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我就不信让这些老儒生前去，他还敢动手。弟子明白了。这小子不上朝不议政，在家里种地，简直是不学无术。不过这王翦老贼每天也是在家种地养花的，现在却跟贪狼接触，有意思啊！哈哈哈哈。系统，如果我支持贪狼种地，国运可以延长多少年？丁，国运至少延长50年。50年，难不成贪狼已经成为了农家的农圣？如果真有这本事，他种出来的作物将会造福万代。很有可能。陛下，您该吃丹药了。放下吧。诺。这赵高一直负责丹药和方式，难不成他想要利用丹药来控制朕？殿下，大将军王翦又来了，还带了许多士兵，将四周的土地全都围了起来。现在还在咱们马圈外面张望，想要进去，我让人拦着了。这老狐狸还是不死心啊！走，咱们去看看这位老将军。老将军，您在这里看什么呢？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我都没出来迎接，简直太失礼了。嗨，跟我老头子还说这些？要说失礼，也得是我老头子去拜见您这位监国皇子。您这是嘲笑我呢？非也，自古以来，非太子不可监国。刚开始我还不理解陛下为什么突然要安排你来监国，但我观察这2天，已然明白陛下的意思了。你文可治国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可谓是文武双全。大秦有你这样的皇子监国，乃秦国之幸，百姓之幸啊！老将军，文武双全我可不行，但要是得一文臣辅佐，得一武将定乾坤，那倒是可以。我看老将军现在老当益壮，不如再为朝堂奉献几年青春。老头子，我年近100岁，哪还有什么青春？你这小子净开玩笑！嗨，自古以来，王侯将相皆愿为国捐躯，死而后已。老将军如今老当益壮，尚有余力，应该发挥出余热，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到死丝方尽。老将军，人这一生短短几个年头，何必让光阴虚度，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呢？嘿，真不要脸！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好啊，说得好，看来老夫说的没错，殿下的文气斐然，让人敬佩。哎，人精啊，真是老狐狸身上抹油，又精又滑。感谢老将军一大早就给我送过来这么多士兵，我真是受宠若惊啊！我跟他们说过了，好好守着农田，没事别乱溜达，这些农田比他们的命还重要。哎，我这种小皇子想要去掉个兵都困难，不如老将军一句话来得有用啊！我就是一个在家种地的老农，我这是替殿下要的兵啊。那你说这些兵会听我的吗？那这要看陛下的意思了。玩不过这老头啊，老爷子，我看你刚才想要进去看看我的马。老夫戎马一生，自然对马是极为喜爱的。
那咱们一起进去瞧瞧，好让老将军指导指导，看看这些马质量怎么样。这都是机密中的机密，没想到贪狼竟然愿意让我参观，这小子心胸就如此宽广。也好，那就去看看。好马，好马，此乃真正的千里马。这匹也漂亮，此乃几匹了？这马在战场上绝对是一匹悍马。咦，这些马怎么颜色全都一样？我这些士兵身穿银甲，骑着白马，那才叫威风。且每一匹马都有相对应的主人，负责这匹马的一切情况，几乎是可以达到人马合一的状态。老将军喜欢？喜欢，喜欢。我也很喜欢，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杂耍就杂耍。嘿嘿。老将军参观以后，觉得本宫的马强壮否？匹匹精锐，乃千里良驹，世间难寻。如果这不是百匹，而是万匹、10万匹，本宫能不能带着这些铁骑，给父皇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开辟一个大大的版图？王翦听到这话，依稀间看到了当年那个豪气冲天、霸气无比的身影。六国算什么？寡人要率大齐的铁骑，打下一个大大的疆土。哎，只可惜小子我不熟兵法，就算拿着这些精锐，也不一定有信心能够打下大把的江山。要是论行军打仗，姜还是老的辣，也不知廉颇老矣，尚能战否？你小子。廉颇虽老，尚且能战。要知道，在战场上，将军就是天。如果这个天塌了，这军队也就废了。你们允许一个随时可能老死的将军带领一众将领去打仗吗？贪狼是想要拉拢王翦，这老头行军打仗，堪称不败战神。朝堂政治更是玩得极为透彻。如果能得到王翦的支持，那几乎就等于得了一半的江山。是啊，谁也无法保证，谁也承担不起，但哪能再让你上战场？我是觉得老将军您一生征战，战无不胜，这一身的经验，若是不传承下来，实属可惜。所以我想开设一个军学院，请您来给这些新兵讲一讲行军打仗的道理。是我的我拿走，拿不走的想办法拿走，实在拿不走的就让他没有。像王翦这样浑身是宝的，能留下最好，留不下那就把他的学识都给掏出来。军学院像稷下学宫那样吗？差不多，但又不同。我要建立的学院，那必然是为我所用的，军事化管理，百家皆可。学有所成后，为我大秦做建设。听着这些，王翦知道贪狼有着前所未有的宏大理想。人老了，有些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休息了。殿下，这些士兵别急，这些早晚都是咱们的。殿下，我这一生享受过荣华，经历过疾苦，这一生也算丰富了。我是个女子，没什么大理想、大抱负，我只求一生安稳，陪伴殿下左右。你很聪明，聪明人应该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而不是跟自己较劲。你跟了我这些天，咱们算是最亲密的人了。我想你也应该对我的性格有所了解。凡忠我者，我厚待之；凡不忠者，必杀之。何人？臣章邯，见过殿下。章邯，又一位猛将啊！你不跟着我父皇来我这里做什么？回殿下，陛下让臣跟随殿下左右，护得殿下安全，听从殿下调令。那你还算是黑兵排的人吗？你怎么知道？你就说有或者没有就行了。臣不知，陛下只是让臣跟随殿下，其他并未交代。没说你就还是黑兵排的人，以后办事咱们还能用。公子的胆子可真大啊，黑兵排都敢碰。不学无术之徒，快快出来认罪！不遵儒术，不遵礼法，如此行径，当是自毁之道。本宫若是要你嘎人，你敢吗？陛下让臣听从于殿下，臣自然听从殿下的吩咐。但若是嘎人，还请殿下告诉臣为什么要嘎。没有为什么，能听我的就留下，不听就回去。本宫身边不留不听话的人。庶子，你竟敢罢免当时大儒的官位，谁给你的权利？你就是秦朝的罪人，还不跪下认错？哼！给我嘎了，我嫌聒噪。这不愿动手，我也不勉强。素白。在殿下，这些乃是儒家传人，若是出手，恐会惹怒当时儒家。那就都灭了。不愧是陛下的儿子。来来来，朝这里砍！你要是不砍，你是孙子。快跑啊！救命啊！嘎人了！岳景琛，快来救我们！我从没见过有如此要求之人，殿下幸不辱命。干得不错，不愧是我父皇器重的人。素白，安排人挖坑。是。老师，不好了，出事了。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没一点风度？君子六艺都学哪去了？老师，那贪狼嘎人了。嘎人了？嬴政说过，凡是触犯秦律者，不论身份，一律刑罚处置。他嘎了谁？可有证据？他把那些老儒都给嘎了。什么？他怎么敢？欺人太甚，竟然连老人也不放过。我们儒家
绝对不能咽下这口气。我已经派人去请公子回来了，快马加鞭，最多3天，公子就能收到消息，7天之内应该能赶回来。对，让扶苏公子给我们做主。敢嘎我们大儒，这口气咱们儒家绝不能忍。老师，张纯生也被嘎了。什么？哼！诸位儒生，贪狼死人，嚣张跋扈，作恶多端，不遵礼法，不遵法纪，不遵我儒道，对我儒家如此轻蔑，犹如嘎我等父母，此子断不可留。尔等且随我前去贪狼府上要一个说法。上百号儒生跟在淳于越身后，浩浩荡荡的出门去。那个岳景春是谁啊？回殿下，岳景春是淳于越的弟子之一，也是儒家的主要人物，目前在朝内任职，好像是一文吏。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岳景春派来的，还是说岳景春是受了淳于越的指派才让人过来的？殿下，臣还没有证据，不敢贸然断言。有什么敢不敢的？你现在可是已经把儒家得罪死了，嘎了他们这么多老儒头，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这不用担心，儒生而已，来一个嘎一个即可，不用担心。殿下，这天下如今儒道强势，弟子更是广布天下。若是您跟儒家作对，这名声怕是……看来你也知道，这儒家的人嘴臭，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坏人名声。殿下虽然话粗俗了些，但说的好有道理。殿下，淳于越带着一众儒生来了，我估计整个咸阳的都来的差不多了。照这样下去，估摸会有上千人。素白，通知下去，全副武装，准备切瓜。是，这几百人要是全嘎了，就算始皇陛下回来，也是会暴怒的。就在章邯纠结的时候，外面的士兵已做好了备战准备，白马、银甲、长刀。这是何物？太精妙了！若是推广到军中，不说人人可以骑马，至少经过简单的训练，让士兵在马背上战斗轻而易举。王翦看到贪狼伸手抓住马背上的东西，抬脚蹬住一个扣子，整个人就很轻松的上了马背。这东西在王翦眼中就是神器。众将士记住，你们面前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而是一众以笔嘎人的阴险小辈。若今日他们不嘎，改天被口诛笔伐的就是咱们。作为军人，作为将士，我们就算是嘎，也应该嘎在战场上，嘎在守护国土上，绝不是嘎在小人的口中被言语给活活逼死。今日就用这些儒生的人头给我们的陌刀开祭。殿下不可啊！这几乎是全咸阳的儒生，您这样做会引起恐慌的，更会让其他学家忌惮，陛下也会震怒的。您不可冲动啊！章邯，你说的没错，我嘎儒家定然会兔死狐悲，引发其他学家的忌惮，本宫的名声也会崩坏。但本宫要做的事情，何须让他们评判？若是儒家与我为敌，我便嘎儒家；若是法家与我对抗，那我就屠法家；若诸子百家皆与我对抗，我就嘎光诸子百家。殿下好大的杀心呢！若是都杀了，文化如何流传？宫殿倒了，重建便是；树木砍了，重新种植便是；诸子百家嘎了，重新创建便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思想不死，新思想如何获得燃烧的火苗？太狠了，霸道，简直太霸道了！这父子俩简直一个比一个狠，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老夫还是请殿下三思而行，切莫冲动。老将军，刚才本宫的话你也听见了，若是今日他们不嘎，改日被口诛笔伐的便是我等。吾等可战死，却不会受这种屈辱而死。这群儒生也就嘴皮子厉害了点，不至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就不信你还能真的把他们都给嘎的。贪狼在哪？快出来认罪！本宫何罪之有？你也配自称本宫？本宫乃是皇太子居住东宫以后才有的称呼。你一皇子，只不过是暂时监国而已，哪来的资格自称本宫？也是，那你说本大爷有什么罪？果然是婢女所生，不知廉耻，不知礼数，不懂礼法，粗鄙不堪。贪狼恼羞成怒，当街嘎人，罪不可恕，其罪当诛。仗着自己皇子的身份，胡作非为，当街行凶，快去喊魏虚君把他拿下，让他就地伏法。不愧是读书人啊，骂人还是很麻溜的，是时候让他们感受一下国粹了。嘿嘿，都特么给我闭嘴，一个个逼逼叨叨，特么嘴里塞马粪了吗？我看谁特么还叫，谁叫一声我就把他们给刨了。18代的祖坟，尼玛逼糟闷的臭逼玩意儿！贪狼的一通经典国粹输出，一个个傻眼了。他们没想到这些词汇还能这么用。一旁的王翦听的则是满脸激动。人才啊！这要是在战场上较阵，光凭这些经典之词就能处于不败之地了。那些敌军估计气都能被气死了。要是我手下的士兵都跟贪狼这样这么会骂就好了。总之牛逼！这么大年纪在家颐养天年不好吗？还被人当狗一样拉出来在这里狗叫。你！来，还有谁？今天老子要舌战群儒！你！有你这种人在，此乃秦朝不幸。
百姓不幸，必然会天降大祸，这都是拜你所赐。有你这样的祸害在，大秦必亡啊！大秦必亡？哼，你定然比大秦先亡！殿下不可啊！公子莫要冲动，留着老贼有何用？待我先宰了他再说。若是以我祭天，换来大秦昌盛，换来我儒道昌盛，我死而无憾。老师不可，让我死，以我祭天，还我儒道昌盛。大胆！你们都在干什么？以身殉道，死而无憾。以身殉道，信不信朕今天就用你们儒家祭天？哪来的孽障，进口出狂言！老东西竟然敢骂朕！你刚才在骂朕？老臣不敢，老臣不知道陛下前来，还请陛下息怒。哼！朕问你，你带了这么多儒生堵在贪狼门前是要做什么？朕刚才听你要以身殉道，莫不是要把贪狼逼成一个千古罪人？臣，区区儒道，朕说灭就灭了。若是再让朕发现你这老东西动什么歪心思，朕定斩你，压下去。儿臣见过父皇。不错不错。老将军见了朕就想走。老臣，这不是怕耽误了你们父子二人团聚吗？别说这些了，进去聊。狼儿，这是何物？与床如此相似。父皇，这是儿臣发明的躺椅，躺在上面休息的，你躺上去试试。不错，甚是舒适。哈哈哈哈。既然父皇喜欢，我这就派人给父皇送到宫里去。呵。对了，父皇，儿臣还有其他东西要送给您。还有何物？这是我发明的桌椅，儿臣知道父皇经常批阅奏折，盘膝而坐，很是劳累，所以就打造了这套桌椅，很是方便。你有心了。自己从未关心的这个儿子，却一直惦记着自己，此等孝心很是难得呀。卧槽，这怎么可能？老将军为何一惊一乍的？这些植物有何奇特之处？陛下有所不知，这些作物乃是前几天臣和殿下一起种下的，这才几天的功夫，竟然就长这么大了。哦，还有这事？狼儿，刚才老将军所说可是真的？没错。你这是如何做到的？昨天我又梦到老神仙了，我跟他抱怨道这些作物生长得太慢了，于是老神仙一挥手，就让这些作物一夜之间全都成熟了。切，拿我们当傻子呗。也只有嬴政会相信贪狼说的，毕竟系统都出现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老神仙还跟你说了什么？老神仙把这些作物变熟以后就消失了，什么也没说。可惜了，你若是再见到老神仙，帮朕问问我，大秦太子之位传给谁最合适？当然是我了，除了我，谁能做得了这个位置？嘿嘿，这16公子莫非脑子坏掉，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朕也这么觉得。那不如朕现在就下诏，将太子之位给你。不对啊，要不皇位直接给你得了。我不要，老将军、王贲将军、李宰相，我跟父皇开玩笑，你们别当真哈。对了，今天的事不要外传，此为机密，明白吗？臣等一定保密。小子，这些农作物都熟了吗？差不多吧。老将军，这农作物熟了，你为何如此高兴？陛下，如果殿下说的没错的话，这些作物都是亩产2000斤的作物啊。若是如此，大秦将兴了。老将军，陛下在此，你不可妄言，2000斤可不是开玩笑的。老将军，你所说可属实？老臣不敢隐瞒，确实如此。16殿下，还是你来说吧。没错，不过老将军说的保守了一些。这是小麦，亩产2000到3000斤左右；这是玉米，亩产3000斤左右；这是土豆，亩产10000斤左右。其他红薯、花生、大豆之类的亩产1000斤，应该可以的。贪狼公子，我知道您很渴望被认可，但亩产10000斤这种话还是不要再说了。这世上根本不可能有亩产10000斤的农作物。殿下，您能找到高产量的农作物，已经是很大的功劳了。您如实说就行。可是老神仙传给你的仙界产物。这些作物都是存在于我们世界的，只是暂时没有被发现而已。当然，你们要是不信，可以摘出1分地测试一下。如此甚好。随着安排，一众护卫都忙碌起来。小半天的功夫，各种农作物堆积在众人面前。随着称重，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小麦280斤，玉米300斤，土豆1000斤，红薯1100斤，大豆100斤，花生200斤。陛下，如此计算的话，10倍加之，方可达到殿下所说的产量。恭喜陛下，此乃天降祥瑞，我大秦当兴了。这都是16公子的功劳。陛下，若非16公子，这些农作物不知道何时才会出现在世间。陛下，有了这些作物，天下将再无饥荒，百姓再也不用为粮食发愁了，大秦必会昌盛万年。是啊，有了这些，我大秦自当延续万年。系统也一直在给出提示，桌子板凳只给延寿1年，但这些农作物一出现，直接就给了10年国运。虽然系统之前说的是50年国运，但是系统已经告诉他，如果农作物大面积种植以后，国运会延长的更多。好，狼儿，你想要何奖赏？我想要酱作坊。你要它做什么？
儿臣喜好钻研，制作一些新奇的东西，需要酱作坊的协助。也好，那朕就将酱作坊赏赐给你。陛下，酱作坊还负责部队军备，不可废呀。老将军，你且放心，酱作坊在我手里，不仅会做得很好，还会做大做强。如此甚好。在贪狼的安排下，将采摘的作物做成食物，众人尝试之后都赞不绝口。饭后，王翦将军看向了那区园梨。上次帮助贪狼播种的时候，地已经理好了，王翦还未尝试过，此刻心痒难耐。殿下，听闻您这曲园梨不需多人就可推动，老臣试试如何？好，那便试试吧。去牵一头牛来。不用，老将军自己推就行了。16公子，若是以前老臣身强体壮，一个人推着也没什么，如今身体大不如前，实在是推不动了。耕地是一个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还是给老将军配一头牛吧。老将军，您先试试，如果实在推不动，我去亲自给你牵牛过来。怎么这么轻松，一个人就推动了？王奔，看来令尊依然是老当益壮啊。大将军真乃神人语，此当力拔山兮。老将军感觉如何？臣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此梨若是推广出去，天下百姓耕地将会轻松很多，甚至不需要耕牛也能耕种。如此一来，产量至少还能上涨2-3成。若是百姓知道这区园梨是你创造的话，大家一定会对你顶礼膜拜的，说不定大家会建造16公子的雕像，日日叩拜。我可受不了这个。你值得百姓这么对你。既然你负责酱作坊，那么此事就交由你来大量制作，将此物推广出去，让人人都使用上屈原梨。丁，检测到始皇执行正确决策，国运延长5年。父皇，此物不适合在酱作坊生产，我有其他办法，请父皇授权给儿臣全权负责，儿臣定会快速将此物推广出去的。准了。老将军，您不是一直好奇我战马上的装备吗？我给您看看。真的？你小子藏那么严实，真的愿意给我看？不过看完以后，我需要在场的人都保证此事绝对不能跟任何人透露，此乃绝密，是我大秦巩固江山、开疆拓土的保障，绝对不能流落到外面去，更不能落到匈奴人手中。今天的事情全都属于绝密，若是让朕知道，谁敢透露出去半点风声，九族消消乐。遵命。这就是战马3件套：马鞍、马镫和马蹄铁。陛下，此乃神物啊！老将军，不要太过激动，慢慢说。陛下，您也善骑射，知道咱们这马奔跑时间长了，脚掌就会开裂，基本上就废了，不能上战场，甚至走路都很困难。但有了这个马蹄铁就不同了，这就相当于给马穿了个鞋子。还有这个马镫，上马就非常方便了，踩着轻轻一蹬就上去了。还有这个马鞍，坐在上面会很稳。对于乘骑之人简直太好了。马二，老将军说的可对？太对了，不愧是老将军，随意一看就看出作用了。不过这些东西也隐藏不了多久，但我还是要求保密，因为这些东西咱们比别人多装备1天，就比别人的战力高很多。16公子说的没错，这些东西对骑兵战力的加成是非常恐怖的，我觉得至少可以增加5成的战力。不错不错，有如此神器，我大秦定能将匈奴杀回老巢去。老将军，你这是在作甚？回陛下，老臣在想，若是之前骑兵想要闪躲是很困难的，但如今有了这马鞍和马镫，可以轻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如此一来，我们的骑兵战力至少要翻一番，甚至更高。如此甚好。如果骑兵营全部装上这些装备，需要多久？老奴还不知这些东西的制作流程，尚不清楚。陛下，老臣虽老，但老当益壮。昨日16公子还询问老臣，说廉颇老矣，尚能战否？今日老臣的回答是：臣虽老，亦能为大秦效力。臣愿亲自监督马鞍、马镫、马蹄铁的生产，严查品质，紧密保护。老将军有心了，那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处理吧。谢陛下。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件事情交给老将军去做，我就不用担心战马3件套会泄露的问题了。16公子请放心，若是泄露机密，老臣提着脑袋亲自来谢罪。老将军可不要有太多压力。陛下，您能有这样一位儿子，乃大秦之幸啊！没想到默默无闻的16公子竟有如此大才。是啊，朕也没想到，这是朕的幸运，也是大秦的幸运啊！自从王翦告老还乡以后，不问朝政，现在看来，贪狼跟王翦的关系已经走得很近了。父皇，这是煮好的花生，您尝尝。味道不错，以后您多吃这些花生，特别是外面这层皮，对身体特别好，降血脂、降血压，还有药用价值。属于养生的范围吧，就是合理的分配饮食，达到延长寿命，让身体更健康。原来如此。16公子，这花生主要作用是什么？花生主要是榨油吃的，经济价值很高，另外炒着吃、煮着吃都可以，营养价值也很高。原来如此。陛下，老奴来迟了，听说有儒生闹事，陛下您没事吧？无妨。
自从知道赵高是导致秦朝覆灭的罪魁祸首之后，现在很多事始皇都开始避开赵高了。中车府令赵大人，不知你来我府上做什么呢？当然是来伺候陛下了。你觉得在我府上还用得着你伺候吗？我看你就是想要来我家蹭饭的，是不是？16公子都这么说了，那老奴自然就是来蹭饭的。呸！你也配？那是我给父皇准备的。素白，给我把这个想要蹭饭的人赶出去！我家的每一口饭只给有用的人吃。敢踏入一步，要你命！大人，他们怎么敢这样对您？我只不过是一条狗而已，谁不高兴了就能过来踢一脚。您可以带胡亥公子一起进去啊！打狗也要看主人，当着主人的面打狗，你以为没有主人的示意，这个时候再进去，只会自讨苦吃。只有站在最高的位置，才没有人敢这样对你。16公子似乎对赵高不喜。一个阉人也配跟我们一起吃饭？而且我这里机密众多，你信得过一个阉人？他若是敢多看战马3件套一眼，我一定会挖了他的双眼。赵氏女子，民女赵兰山。赵嬴政其实更应该叫赵正。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属于同宗同源，而始皇不喜赵，自称嬴政。父皇，这可是儿臣的婢女，不要给吓坏了。哈哈哈！你喜欢就好。我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粮食，产量这么高，竟然还这么好吃。这种食物让人感觉有些不真实。若是发放到军中，可以大大改善军队的伙食啊！此物甚好。这个红薯并不好储存，所以如果想要当成主粮的话，还需要晒成干，味道就会相差很多了。臣觉得，就算晒成干，恐怕也比小粟之类的农作物好吃许多。这土豆毫无味道，为何差距如此之大？并不是所有的农作物都一样的，你们不觉得这个土豆饱腹感很强啊？土豆可以长期储存，就是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便可以融合所有的味道。若是你放入肉，它便是肉味；若只是放盐，它便是咸的。没错，陛下，此物可当主粮啊！确实不错。16公子，不知道这些农作物能否分给司一些，司愿在家亲自种植。臣该死，臣不该起贪念，不该觊觎这种国宝，鬼迷心窍，怎就说出了这些话？这些作物若是被外人得了，不出3年，必反秦府。此物可见过啊！李斯，你是法家，更帮助朕设立了很多秦法。朕有个问题想要问问你。陛下，请问，臣知无不言。若朕突然暴毙，留下遗诏，若是有人篡改遗诏，该当何罪？李丞相是不是在想，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所以没法做出判断？非也，秦法之完善，必将其纳入其中。只是还请陛下放心，此事绝无可能发生。陛下正值壮年，身强力壮，必然长寿。哼，李斯，朕在问你，不是让你顾左右而言他。回陛下，若是有人胆敢篡改遗诏，其罪当令9族揭晓。李斯，你是寡人最相信的人之一，且身居丞相之位，若是有遗诏，必然经过你手。若是遗诏不如你设想，你是否会篡改遗诏？臣一生为大秦效力，一生为陛下效力，绝无二心，天地可见。哈哈哈哈！我就说李斯乃是朕身边最忠心之人，朕就任你和王贲2人负责这几样农作物的事情，但一切听从贪狼的安排。你们不懂这些农作物如何种植，保护他们的安全即可。臣遵旨。来，继续吃饭吧，将军多吃点。作为我大秦的功臣，朕还有很多需要你的地方呢。一顿饭下来，秦始皇成了最大的赢家。先敲打一下李斯，而后再给李斯一个红枣，又重新拿下了王翦这个老狐狸。贪狼也觉得收获满满，国运值蹭蹭的往上涨，目前已经有1500点了。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嬴政的脸色突然一变。陛下，您怎么了？朕没事。你们都先出去，我父皇有些不舒服，需要休息一下。你们都先出去，朕的儿子在这里就行了。兑换排毒丸。排毒丸排除体内毒素、重金属或者烟酒残留，售价10点国运值。父皇，快吃了它！这是何物？解毒用的。嬴政犹豫了一下，选择吃下，随即疼痛感快速消失。刚才那是什么？父皇，刚才是因为仙丹毒瘾发作吧？开始断了仙丹以后，浑身就开始出现各种症状，暴躁不安、失眠烦躁，浑身犹如针扎一咬一般，非常难受。您就这么忍过来的？不然呢？您应该知道吃仙丹会缓解您身体的症状吧？朕之前是不知此丹是毒药，如今知道了，自然不会任由这种毒物来掌控朕。就算再痛苦，朕也要忍下去，绝对不会向这种毒药所臣服，否则朕有何颜面掌控着江山？不愧是千古一帝，这种忍耐力，这种毅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那你不怕刚才我给您吃的是毒药？如果朕怀疑你，不管什么时候，这份怀疑都很难消失。如果朕选择相信你，只需要一瞬，朕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刚才我给您吃的是解毒丹，它的作用是排出身体的毒素，将体内沉积的毒素排出。不仅是仙丹沉积在您体内的重金属，还有其他常年积累的毒素都会一并排出。检测到宿主使用排毒丸，
初次使用效果极佳，将会排出大量毒素，宿主寿命延长1年。若此丹药可以排除毒素，岂不是可以延年益寿？理论上是的，体内沉积的毒素排出了，活的时间自然会久一点。那朕若是长期吃死药，岂不是可以长生不老？父皇，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长生不老这一说，这种药物只是排出毒素，而且这种药您吃个10次左右，基本上就排清毒素了，再吃也没什么作用了。世人都觉得朕想长生不老是痴心妄想，但他们都不知道朕有系统，只要大秦国运一直延续，朕就可以长生不老。儿，你这排毒丸吃了会有何反应？我没吃过，不知道。快，茅厕在哪？带朕去茅厕。原来皇帝照样会拉屎放屁啊！16公子，注意言行啊！啊，今天天气很好。没错，今天的天气很不错。老二，朕观你院子太过简陋，不如随我回宫中居住吧。我才不要去皇宫住呢，我刚买的几个婢女还没完呢。那个父皇，我还得留在这里看守这些农作物呢，别人看着我可不放心，我要亲自盯着才行。你是担心朕会让你帮我处理政务吧？也罢，那你就继续留在这里吧。陛下，您可算出来了，车轿备好了。看着老狗般的赵高，贪狼也是理解的。一个人想要权力，想要爬得更高，这很正常。但赵高的存在侵害了他的利益，侵害了大秦的利益，所以贪狼对赵高没有什么好感。朕浑身黏糊糊的，似乎出了很多脏东西。不知父皇听说过洗金法水没有？洗金法水。这丹药就是将您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您回去先沐浴吧，等明日儿晨再去给您送药，多吃几次，出的就少了，到最后就会彻底没了。那好，朕先回宫，明日你来参加早朝。啊，不去行吗？你说什么？没啥，呵呵，恭送父皇。恭送陛下。老将军，16公子私先告辞了。父亲，我也先回去了。16公子，改日再见。16公子，再让老臣看看您的战马3件套，仔细研究一番。当然可以，走。这个马蹄铁简直太精妙了，你是不知道啊，只有在军中待过的人，看着马痛苦的模样，才知道马蹄损坏对他们的伤害有多大。16公子，那又是何物？也是给战马用的吗？没错，此物乃是马甲。马甲也可以称之为马铠，就是给马穿的护甲，可以是皮甲，也可以是铁甲，主要是为了保护马儿的安全。那岂不是会影响马的行动能力？这是最初级的，我的设想是以后给马穿上全套的护甲，这样除了战马的耳朵、鼻子、眼睛、嘴巴和四肢以及尾巴露在外面以外，全都被铠甲保护起来。此乃多余之举呀！战马以凶猛之势为忧，穿上这些以后，反而成了枷锁，成了累赘，反而不好。您的意思就是画蛇添足呗？对，就是这个意思，画蛇添足，不折不漏，不伦不类。老将军，这个您不用担心，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而已。咱们的战马3件套才是主要的方向。目前我不会在军队中让马都穿铠甲的。以现在的财力，想要养一批重甲骑兵也不现实，但要是少量也并非不可能。重甲骑兵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来说，相当于核弹啊！老将军，要不您先拿一套回去用着。算了，如此一来就多了些泄露的风险，还是将这些东西留在你这边吧。不愧是手握80万大军却依然忠诚的老将军啊，真是一心只为秦国，难怪始皇如此放心将兵权交给他。您放心，老将军，等骑兵们都装备上这些战马3件套以后，他们的战斗力一定会让您惊艳的。对此我不怀疑，我对咱们的骑兵有信心。咱们大秦的铁骑乃是强中之强，在没有战马3件套之前，就能横扫6国。等装备上这些以后，我相信就连匈奴的骑兵也不敌咱们大秦铁骑。到时候就是该让匈奴血债血偿的时候了。是啊，匈奴迟早是要找他们算账的。杀匈奴，我第一个去。赵国救兵。是。之前匈奴在赵国边境大肆屠杀，你可知？我的村子就在那里，我的父母、妹妹、族人全都是匈奴人所杀。我大秦始皇帝一统6国，等于恢复商周盛世。你我本是同源，皆为华夏血脉，如今一统，天下间再无征战，此乃大德。我们要面对的应该是外族，是一直视我们华夏族民为牛马猪羊的匈奴。老将军说的对，我们要针对的是匈奴。16公子，明日我们早朝上见。好吧。皇子上朝是难得的好事，说明陛下准备让你接触朝政，其他皇子可是没有这个资格呢。你怎么还不高兴？主要是我不想参与什么朝政，我只想好好睡觉，每天睡到自然醒。小小年纪不能如此贪图享受。我就不信您小时候就没有过这种念头，但现在您告老还乡，闲赋在家，可还能每天睡到自然醒，每天心安理得的悠闲自在。
老夫虽已辞去官职，每天在家种地，但却再也没有睡过懒觉。我本以为功成名就之后，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但现实却是每天早早的起床，每天感觉到很焦虑，很是忧愁。不做点什么事情，就感觉自己的人生没有了目标，毫无意义。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些。您想啊，父皇为什么要一统六国？因为六国之间征战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如今一统六国，是不是就没有了征战，百姓好过多了？您辛苦征战一生，是不是为了就是功成名就，然后心安理得的退休？可是当咱们都做到了以后，却发现一切都错了。所以我直接跳过什么目标理想、功成名就，直接享受生活，不香吗？你身为皇家人，自然身不由己。明日老臣会向陛下禀告，将造所转移到这边来，安全为主。那更好，我正好有个计划，准备跟父皇好好商量商量。是何计划？能否相告？明天上朝的时候，老将军就会知道了。也罢，16公子，那老臣就先告辞了。我派人送您。我虽老，但还不至于到了不能动的地步。素白，我让你探查的情况怎么样了？回殿下，已经查清楚了。那边在干什么？吵吵闹闹，成何体统？以后女婢都听赵兰山的。遵命。管家呢？好像是在厨房。贪狼到了厨房，看到了管家正在低头吃烤红薯。管家，你在干什么？殿下，你身为管家，在知道我忘记了这些烤红薯以后，不仅不提醒我，还想着独吞，其心可诛。老奴不敢啊！我以为这东西烧得黑乎，不能吃了，所以想着自己尝尝这稀罕物件，没想到这个好吃，所以就一个人独吞了。作为管家，你很不合格，从今天起，你跟下人们一起干活吧。殿下，怎么你不服？殿下开恩啊！我只不过是吃了一块红薯，只不过一块红薯，你知道你吃的东西亩产万斤，甚至2万斤吗？你知道刚才来人是始皇帝，他将其称之为国宝，你知道吗？你知道你吃下的一块红薯是能够让我大秦百姓吃饱穿暖的根本所在吗？殿下饶命啊！你一句只不过可真是轻松啊！既然你不服，我也不需要你服了。章邯，拉出去砍了。是。殿下饶命啊！殿下。章邯，以后你就是府上管家，先把这些人给我管好。是。不愧是洗金发髓，寡人处理完如此多的奏折之后，依然精力充沛。哈哈哈哈！樱花查的怎么样了？回来的时候，嬴政就让人彻查贪狼。嬴政想要知道贪狼这些年成长的过程中，到底都经历了什么。看着厚厚的竹简，从他某日宠幸宫女到贪狼出生，至于贪狼的名字，竟然还是宫女取的。至于那名宫女长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嬴政早就已经记不清楚了。没想到当年的冲动会给自己带来一名这么优秀的子嗣。查一下，追封。是。秦皇元年，贪狼掉入水中，险些溺亡。秦皇元年冬，大雪，贪狼渡江被宫女所救。秦皇2年，贪狼身边宫女掉入井中溺亡。秦皇2年夏，贪狼从树上摔下，腿断肢，一桩桩一件件，看得嬴政触目惊心。他无法想象贪狼究竟遭受了多少苦难，多少次在生死边缘徘徊，才得以长大。此刻他也终于明白贪狼为何隐藏自己。有时候他恐怕连自己也相信了，自己只是一个痴傻的皇子吧。查，要彻查，我倒要看看当年到底是谁在背后残害贪狼。是。除了这名宫女，贪狼没有接触过其他女人。除了那名宫女救过他，其他的宫女每日以欺辱贪狼公子为乐。寡人明白了，去查吧，那些宫女全都车裂之。是。18公子道：父皇，我知你深夜劳累，特意让人给你炖了一碗鸡汤，您尝尝。看到胡亥满脸微笑，小脸圆润，身穿锦衣，妖怪玉佩，从小锦衣玉食养大的模样，嬴政心中就更加愧疚。若是贪狼有胡亥1%的待遇，那也不至于经历那么多啊。又想到贪狼所告诉他的胡亥成为秦2世，杀死所有兄弟姐妹的事情，当即怒吼道：滚，给我滚出去！陛下，滚！殿下该起床上朝了，才4更天就开始喊我，我再睡一会。殿下真的该起来了，再不起来要赶不上早朝了。知道了，这个烦人的早朝制度我一定要改了，这跟996有什么区别？殿下，马车已经备好了。5更天早朝，人都还没睡醒，能有什么精力工作？怪不得越是王朝的后期，那些官员越来越懈怠，每日早朝就是一种煎熬，巴不得赶紧退朝回去睡觉，哪有心思管什么政务？现在秦始皇回来了，16公子的这个监国权力已经形同虚设了。这个监国权力只有秦始皇不在的时候才有用。陛下就是在贪狼罢免赵仆射之后才回来的，
太郎之前大言不惭，说等有人造反，又或者兵临城下的时候再去找他，其他都是小事，没必要向他汇报。陛下最讨厌这种，说不定会跟扶苏公子一样被发配到边疆。听说扶苏公子要回来了，是吗？我怎么没听说？你难道还不知道？昨天全城的儒生都去太郎府邸门口了，因为太郎好像带兵屠杀儒生，幸好陛下及时赶到，才制止了一场杀戮。这个贪狼实在是太疯狂了，要不是皇子身份，恐怕早就已经嘎了。而且干了这么多儒生，扶苏公子肯定是要回来的。你这个混账，竟然还敢来这里！今日我就算拼了自己这条老命，也定要让陛下嘎了你！老狗，这把年纪了还站着茅坑不拉屎，赶紧回家埋伏棺材堂里面，省得我动手，浪费我的时间。你，骂人都不会，还说自己是个读书人，书读狗肚子里去了。老师，您别生气了，注意身体，跟这种人不值当啊。放眼看去，儒家门徒在朝中倒是不少，好几个儒生官员想要为淳于越出头。16公子见过右丞相、御史大夫。听冯杰说16公子一表人才，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这俩老狐狸，百官几乎都跟这父子俩有关联。就这些官员对我的态度，他们还当着百官的面跟自己攀谈，目的不纯啊！时辰到了，咱们去上朝吧。参见始皇帝。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既然注定要被别人关注，不如就彻底当个显眼包。嘿嘿。卧槽，这贪狼竟然如此厚颜无耻！吾皇万岁，这是人能想出来的词。卧槽，这么好的词，我怎么就想不到呢？这话要是我喊出来，那该多好！秦始皇该有多高兴，可惜啊，人才啊！这一喊，简直喊到秦始皇心坎里去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哈哈！自古以来，帝王的终极梦想不就是长生吗？活到万岁跟长生有什么区别？且现在寡人身怀国运系统，只要国运不灭，寡人就不会死。这跟长生又有什么区别？哈哈哈哈！不错，吾皇万岁！陛下，臣刚才闻16公子呼喊的极有气势，更是展现出来了对陛下的崇拜敬意。臣斗胆提议，以后上朝，百官都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以此来向陛下请安。谢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家伙，真他妈无耻！老二，你这口号喊得很不错，寡人甚是满意。你可想要何奖赏？陛下，不可啊！你给我闭嘴，懂不懂规矩？父皇在跟我说话，有你什么事？准许你发言了吗？你先退下，等老二说完，你再说。回父皇，我就不要什么奖赏了。为何？回禀父皇，若是我只喊几句口号就能获得奖赏，那么儿臣认为我所喊的口号不值一提，日后一定会有无数的人喊出更多更好的口号，以此来取悦父皇。到时候人人皆因吹嘘拍马，就可获得赏赐。那么谁来从事劳作？谁来稳固大秦发展？所以儿臣拒绝赏赐，此风气不可由儿臣而起，更不可由父皇而起。朕的儿子不仅有将帅之才，更有帝王之才，甚至还具有仁德之心。若这样的孩子继承皇位，何愁大秦不兴呢？不错，老二说的很对，此不正之风，自当不可兴。那么朕就不赏赐你了。谢父皇。老头，刚才你站出来想说什么？现在说吧。刚才我站出来就是想要制止嬴政赏赐贪狼，结果你直接拒绝了，说的还如此冠冕堂皇，无懈可击。现在让我说什么？既然想不起来，就不要说了。何人有奏？臣有奏，邯郸一带旱情严重，大批难民已经进入咸阳境内，3日内就会抵达咸阳宫，请陛下下令进行赈灾。16公子监国之时，已经派人处理灾情，是何人在处理？是臣和治吏内史。那为何还有灾民逃荒到咸阳境内？启禀陛下，臣和治吏内史已经将粮食运输向邯郸赈灾，但这些难民是一早就从邯郸逃荒而出，并不知我朝廷赈灾的消息。那赈灾效果如何？已得到控制。老二，你如何看此事？你所谓的得到控制是怎么控制的？开仓放粮，让百姓有饭可吃。你们放了多少斤粮食？10万斤。有多少灾民？80万。10万斤够80万人吃几天？陛下，朝廷虽要赈灾，但却不能长期供应灾民，若是长久，国库也难以支撑啊。人命就不值钱吗？王翦大将军到。大将军已经好几年没有来上过朝了吧？他今天来做什么？臣参见陛下。老将军不必多礼，来人，赐座。大将军，您觉得灾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
虽然说出来有些残忍，但灾民的命已经不算是命了，人相食，苟活于世而已。就算灾民命如纸帛，人命不如狗，但他们依然是我大秦的子民。在我大秦的庇护下，大秦不该存在路有饿死骨，人恶相食的情况发生。狼儿说的对，灾情当前，朕要他们活，朕要让朕的子民都活下去。你们何人来解决此事？陛下，80万难民，就算一天只吃半斤粟米，也需要40万斤。赈灾10天就是400万斤，赈灾30天就是1200万斤粟米，国库难以维持啊！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若是谁能想出赈灾的办法，朕定有重赏。若是想不出来，身为大秦官员，想不到为民赈灾的办法，就去跟着灾民一起生活吧。不愧是始皇帝，就是硬气，必须给我干活，干不出来就严惩。嘿嘿，父皇，儿臣有一法。说来听听。没想到最后解围的还是自己的好蛋儿啊！回父皇，20万灾民我来负责，但是需要父皇准许儿臣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儿臣希望父皇在咸阳城外批给儿臣一块土地，全权由儿臣负责，可建成，拥有自主管理权，不纳税，独立运行。陛下不可，贪狼殿下第一次上朝，不知朝中规矩，更不知道陛下执行的策略，还请陛下不要责怪16公子。16公子，此事断不可再提。陛下，此乃分封之举，断不可行。陛下，若是16公子能够赈灾，臣以为这点条件不算什么，毕竟是20万百姓的性命。是啊，父皇，这可是20万百姓的性命啊！你要在咸阳城外再建造一所城池？是，可能儿臣刚才没有说清楚，儿臣所要建造的新城，还是在咸阳的统治和管理下，直接向父皇您汇报负责，而不是受到其他人的管辖。城内所有的部门和官员都由父皇挑选，并且城池内的百姓全都以灾民为主。陛下，臣以为此举欠缺考虑。老臣劝16公子和陛下三思，此举祸患颇多。臣以为此事不可取。他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若是换成其他皇子，寡人早就怀疑对方想要李代桃僵，用新城对咸阳取而代之，有谋逆之嫌。但贪狼并没有谋逆的意思，你可有把握？若是无法安顿20万灾民，儿臣将项上人头送给父皇。好，难得你心系百姓，朕准了。陛下，三思啊！陛下，臣以为此事还有待商榷。朕已经决定不再更改。若是你们谁有本事可以安顿灾民，尽管来找朕。此外，朕还要宣布一件事情。允许贪狼建造新城，国运延长10年，拒绝国运增长10天。不管是嬴政还是李斯，亦或者冯续集，他们跟商鞅一样，都是变法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做出的抉择到底是对是错，但现在始皇可以通过系统来确定决策是否正确。这不是理吗？陛下为何要把理拿到大殿上来？你们看，这里似乎有所不同嘛。确实跟平常所见的梨有所不同，但终究是农民用的东西。谁说的？农民用的东西怎么了？你们祖上难道没有种过地？咱们整个华夏都是农耕民族，上古时期谁不耕地，当了官就瞧不起农民了。别让我知道是谁说的，要是让我知道了，非把脑袋给你按进土里，让你好好感受一下你祖先耕过的地。你在大殿之上竟还如此嚣张，你眼中还有没有陛下？哦，我知道了，刚才说话的人是你，你瞧不起农民，你这老狗读了几年书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们祖师爷孔子曾经也种过地呢，你每天吃的粮食都是农民种出来的，你这是典型的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吃了几年朝廷的俸禄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也不撒泡尿照照，瞧不起农民，以后都吃不到4菜1汤。嘿嘿，你。呸！这就晕了，早就说了，一大把年纪了，回去买副棺材堂里面，多省事，还出来给人找麻烦。好了，人家毕竟是大儒，儿臣只是看不惯有人瞧不起农民，瞧不起百姓。虽然我们是官员，哪怕我是皇室成员，依然没有资格瞧不起农民。我们大秦之强是百姓强，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是建立在百姓的支持之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听闻此话，一众官员都无法想象，刚才还在口吐芬芳的贪狼，竟然能够说出这番话来。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建立在百姓的支持之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都读过书，自然知道贪狼这番话的含金量，这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千古名言。好一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李斯亦会将这句话写下来，悬挂于这大殿之中，让百官日日观看，以作警示，不能忘本。是。好了，李斯，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陛下，此物还是由老臣介绍吧。
可大家都知道，职原理需要2牛1人共离职，而此物为区原理，只需要1人1牛即可，且极为轻松。就老夫这种年龄，1人也可离职。老将军，此物竟如此神奇！此物我与陛下已经试过，确实如此。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有了这举原理，那么我大秦的粮产将会大大提升啊！真的，贺喜陛下！老将军，不知此物是何人创造？此物乃是16公子所创造。竟然是16公子！这可是大功一件啊！怪不得陛下今天对16公子这么仁慈。16公子真乃大才，如此发明，对我大秦，对大秦百姓都是大功一件。只恨我发明的太晚了，要是早几年发明出来，我大秦必然会更加昌盛，也不会畏惧这天灾人祸，也不会有难民之祸。都是我发明的太晚了。16公子不可如此，能够发明这曲原理，亦是大功一件，不可妄自菲薄啊！臣斗胆为16公子讨要封赏，发明此物，功在千秋，乃是大功一件啊！自己这个儿子，人家只不过略施手段，就把他当枪使了。狼儿，你想要和墙上？美女金钱多多益善。嘿嘿，这还是刚才那个北冥天下的贪狼吗？张嘴就要钱要女人，真是厚颜无耻，不可以常理来衡之。赵高，那些救国的公主都给他送过去，另赏1000金吧。诺，谢父皇。陛下，16公子如此才能，降造所更适合16公子施展才能。那就赏赐贪狼将做少府之职，降造所及所有工匠都归你管辖。谢父皇。既然如此，老臣建议，不如将降造所建在16公子所在的新城，如此一来也好方便管辖。转了，这3人配合的太默契了，早就商量好的吧？16公子，陛下在御书房等您。赵高，你可恨我？不敢，我就喜欢你这种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不过呢，我现在很想干掉你，怎么办？16公子真会说笑。我这人比较小心眼，就像赵大人给我安排的管家，我怕他心情不好，就在树上挂了好几天，狗吃了都说肉质不好。贪狼笑呵呵的走了，赵高盯着贪狼的背影，心中悔恨无比。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直接让人嘎了你，也不至于如今这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父皇，坐吧。不知道父皇叫儿臣来，所谓何事？给我讲讲你新城的方向。父皇，儿臣有一事不解。有句话叫卧榻之地，岂容他人酣睡？这咸阳城就是您的卧榻之地，而我要在咸阳城外建造新城，就是在您身侧酣睡，为何您会答应？你是朕的儿子，别说在朕身侧酣睡，就算跟朕同寝，又有什么？历史上的嬴政是极其霸道、极其专横之人，他可以隐忍百官，隐忍那些官员对他的不敬，却无法隐忍别人觊觎他的权利。嬴政见贪狼沉默，说道：“朕都愿意将皇位给你，让你在旁边建造一个新城，又算什么？”父皇，您真的信我先人之说？为何不信？可您并没有跟先人所说那样暴毙而亡，您还活着，就说明我说的不对。那又怎样？朕的身体朕很清楚，只不过侥幸多活些10日罢了。要不是你的神药，我怕是早就已经死了。狼儿，现在还不是将系统的事情告知于你的时候啊！既然嬴政相信自己，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虽然我表现得很嚣张，但心里也没底啊。只要嬴政要打我，我就带着1众骑兵立马逃走。父皇，其实新城是儿臣在为未来做谋划。虽然我能通过系统猜测一些，但却不知贪狼究竟要做什么。一个简单的决策就直接延续10年国运。哦，说来听听。其一，那些农作物乃是我大秦安定之根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新城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种植农作物，其次就是容纳难民。对于别人来说，难民是烫手山芋，但对于儿臣来说，则是极好的助力，极好的人口基础。那粮食的问题如何解决？用难民来养难民。何谓以难民养难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这些难民免费发放粮食，让他们每日等待放粮，不如利用起来，让这些难民为我劳作赚取钱财，用钱财去换取粮食。邯郸大旱缺粮，但我咸阳可不缺。对呀，如此一来，自给自足就解决难民的危机了。我不仅要这20万难民，就算80万难民全都来了，儿臣也一并收下。好，那你又用何方法来赚取钱财？儿臣自有方法，到时候向父皇索要赚钱的政策，还请父皇应允。若是为国为民，朕会酌情考虑的。谢父皇。继续说你的策略。要说礼贤下士，历代君王里，嬴政是唯一一个不杀功臣的君王，而且对臣子的宽容极大，甚至6国旧臣都照用不误。其他君王很少能有这个魄力。儿臣还要在新城尝试新政策，独立运行，当做父皇的一个试验城市。因为我大秦是万古以来唯一的统一王朝，跟夏商西周皆不同，所以一些政策是否适合，一切还未知。父皇，当初您也是在这里跟李丞相彻夜长谈，才确定了我大秦的发展方向吧？没错，朕的目标，甚至我秦国历代君王的目标就是一统6国，朕做到了。
但朕的内心并没有多么激动，因为这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大秦所有的政策，包括郡县制、三公九卿、大秦刑法，都是朕和李斯还有一众大臣商讨出来的。目前应是最适合大秦的制度了。商鞅变法为秦国一统六国奠定了基础，但一统六国之后，大秦想要长久发展下去，就必须不断经历变法，成则天下兴，败将会粉身碎骨。嬴政内心也是惶恐不安的，所以他勤政，所以他寻求长生，为的就是要看着大秦发展壮大下去。他舍不得这些基业，舍不得华夏民族，所以他宁愿背负万世骂名，也要修建长城，也是为华夏民族铸造一根脊梁。儿臣代大秦百姓，代华夏民族，代后世子孙，谢始皇陛下、谢祖龙为我华夏民族所做出的贡献。你看到了？看到了。后世是如何评价朕的？嬴政始皇帝乃千古一帝，奠定了华夏的基础，确定了华夏的统一。始皇帝千古一帝，可惜秦二世而亡啊！那我华夏民族可繁荣昌盛？有过繁荣，有过耻辱，自强不息。朕且问你，若是你做皇帝，你的目标是什么？真的要说，必须说。儿臣的目标不是大秦，那是什么？是整个华夏民族。您刚才问我是否看到了，儿臣看到了。看到了大秦覆灭后的民不聊生，看到了阿房宫被付之一炬，看到了我华夏民族繁荣昌盛，杀穿匈奴，印马瀚海，看到了战火纷飞，天下混乱一团，看到了五胡乱华，华夏儿女被肆意屠杀，被称之为两脚羊，看到了外族入侵统治我华夏民族几百年，看到了因为落后，是个国家都可以欺辱我们，签署诸多丧权辱国的条款，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被无情屠杀。我的目标并不是大秦，而是我们整个华夏民族。既然我看到了，我就不愿再让这些事情发生。我要这大秦再无战乱，我要我大秦百姓繁荣昌盛，生生不息，丰衣足食，幼有所养，老有所依。我的梦想就是这些，一个作为华夏民族的子孙应该做的事情。你的理想比我更伟大，朕希望你可以完成你的梦想，朕也将是你最好的助力。要不，朕现在就把皇位给你。贪狼看到桌子上堆放的竹简，就觉得很头疼。当皇帝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儿臣想起来，今天还要种红薯，先行告退。竟然有人不想当皇帝，寡人费尽千辛万苦，秦国历代君王励精图治，才拿下这江山，才做得了这个皇位。他倒好，还不稀罕。16公子，老将军、右丞相、左丞相、御史大人，你们这是？老夫恭喜16公子，官封少府啊！那还不是老将军帮我讨要来的？恭喜啊，16公子！应该叫少府大人了吧？御史大人，您可别逗我了，我这可是归您管的，审查的时候手下留情啊。时辰不早了，不如16公子去城府上一起就餐。不了，我还得回去喂马呢。老将军、右丞相、左丞相、御史大人，告辞了。父亲，为何我看不透这16公子呢？我也看不透。若是初次上朝的官员，恨不得巴结我等；若是其他皇子，也巴不得跟我等打好关系。16公子毫无背景，也没有支持他的势力，应该迫切需要有人来支持他，但是却主动推辞我的邀请，这实在是不智之举啊！要是有红薯就好了。阿爷，什么是红薯？那可是爷爷吃过最好吃的美食，只可惜现在很难吃到了。是啊，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这种味道了。父亲，要不咱们去？算了，吃饭吧。那些都是珍贵的种子，不能贪一时口腹之欲，别浪费了。父亲，阿爷，我也想吃，你们能带我去吗？吃什么吃？家里的饭菜不够你吃吗？老是吃饭，吃完去练枪，不要想其他的。你看人家16公子，你再看看你生的儿子，也只能当一介武夫了。到时候遇见这个16公子，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优秀之处，到底是自己这个侯爷后代厉害，还是他这个16公子厉害？殿下，闭嘴，什么都不要说，我要补觉，困死了。赵兰山，陪爷睡觉来。主人来了。气煞老夫了。老师，您别生气了，扶苏公子就快回来了。等扶苏公子一回来，贪狼就会被打回原形，不成气候了。殿下，王翦老将军和李斯丞相来了。老将军、李丞相，我们是来传召的，走个形式就行了。16公子，陛下可是要什么给什么了，这粮食还有战马3件套，以及屈原礼，一样都不能少哈。李斯笑呵呵地看着贪狼，他知道贪狼所立下的这些功劳对于大秦意味着什么，同时也知道现在秦始皇对贪狼的态度，所以李斯非常愿意跟贪狼走得近一些。最重要的是，他听说之前贪狼在监国的时候说过自己是法家，若是扶苏上位，必然会重入异法，到时候他肯定没好日子过。但是贪狼不一样，他支持法家，他的权力不会被削弱，依然可以在朝堂上风生水起。谢老将军、谢丞相，要不咱们先去看看新城的封地。
16公子先别着急，那片区域涉及许多赏赐出去的土地，处理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多久？这个不好说，少则3、5日，多则1、2个月。这事谁在处理？自然是在下。李丞相，我只给你2日的时间，2日过后我会带人去收地，谁敢阻拦，我就砍了谁。我这是要种粮食的，早一日种出来，我大秦百姓就早一日摆脱饥寒之苦。任何阻止我种植的人，都是大秦的罪人。我手下的陌刀可不长眼。16公子放心，此一定尽力而为。不是尽力而为，是一定要做到，否则的话，我带着骑兵杀过去，看谁敢不交出来。思明白了。你这小家伙办事就是霸道，要知道那里可还有老夫的赏地呢。哦，那我还是劝老将军赶紧交出来为好。我建造新城的决定是非常强烈的，任何人都不能阻拦。老夫早就让出来了，这还用你说？16公子，您讨要新城的时候，真是让我们为你捏了一把汗啊！走，喝茶，边喝边聊。清爽甘甜，有点淡淡的苦涩，味道很好。你这茶不错，要是喜欢，回头我让人给你们送过去一点。那真是太感谢16公子了。16公子，您应该知道，我跟陛下都是反对分封制的。您提出要建造新城，这几乎跟分封无异，实在是太冒险了。李丞相，您太小瞧我父皇的胸怀了，能统一6国之人，胸怀天下，自然不介意一点点小小的尝试。你们在树那边等着。但分封制，谁说我要推行分封制了？分封制就是将现在一统的王朝打散，重新回归到战国时代。哪个傻逼提出来的？我觉得这种人就应该直接砍了，顺便查查家里是不是干净，实在不行酒足消消乐，省得将这份劣质基因给延续下去。说的太对了，分封制就是最为愚蠢的决定。如果要分封，朕为何要一统6国？此也是如此认为，郡县制才是最适合大秦的。不错，郡县制确实很适合现在的大秦，但你的方法还是太极端、太激进了。这是何意？秦法是不是你完善和推崇的？是，斯为法家，即前人之治，立秦法，定民生。我就问你一个点，请讲。当年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并且宣布政策，招揽3晋农民，归附秦国耕种，免除3代徭役，不服兵役，开垦山坡，挖施之地，10年不收赋税。此举为秦国增加100万民众，奠定了强大的基础，是否？是也。但是，一统6国之后，你们在6国百姓中推行政策，重赋税、重刑法，就好比你现在每天吃1碗粟米可以吃饱，突然有一天我告诉你，你每吃1碗粟米必须给我1半，并且你用筷子吃饭，我就要剁掉你的手指；你用手抓着吃饭，我就要割掉你的舌头。你是何想法？重刑罚的目的，乃至让百姓归顺，从事生产，不负造反之心。非也，你们如此策略，只会让他们觉得如此政策就是暴秦，让他们苦不堪言，甚不如前朝。若有机会，他们定然会揭竿而起。不可能，他们不敢。不可能？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依然有人要喊着恢复6国？为什么大家还是喊着大秦暴政？不是不敢，只是时机不到而已。如今父皇在位，尚能镇压，若是换了其他人，你觉得镇压得住吗？那你说该怎么办？陛下，郎儿，你有何高见？如何让6国百姓归心？父皇，尽管说，朕恕你无罪。父皇，我现在说出来，您也不会实施。我觉得还是新城建立起来以后，我尝试之后再跟您说吧。朕让你说你便说，你还未说，怎知道朕不会实施？好吧，那您先把您的秦皇陵、阿房宫、长城都给停了吧。陛下，郎儿说的没错，如此工程劳民伤财，回头朕就让人先将秦皇陵给停了。朕目前也用不到。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竟然答应了。要知道秦始皇对修建陵墓有种痴迷的执念，而且修建的规模也是古往今来空前的宏大。那个阿房宫，阿房宫已经在收尾了，很快就能修建完成，不用停了。那也行。至于长城，你不用想了，朕是必须修建长城的。16公子，长城的作用我知道，修就修吧，改天我带领骑兵杀穿匈奴，这样你们就不用再担心了。哈哈哈哈！朕等你饮马瀚海，风狼居胥，西归大河，列郡齐连。陛下，扶苏公子回来了，要见您。这个混账东西，谁让他回来的？有朕的诏书吗？陛下，很可能是那些儒生请求扶苏公子回来的，他也算是为了大义，还请陛下不要过多责怪。大义？就那些儒生就是大义就能抗旨？谁让你过来的？滚回去等着。诺。好不容易才将扶苏给搞出去，现在竟然回来了。只要扶苏不在，胡亥就有很大的机会成为太子。但现在又多了个贪狼，不过回来也好，到时候他们都得两败俱伤，胡亥照样有机会。
扶苏公子，陛下正在跟16公子交谈，似乎很开心，但听到我的通报以后，显得很愤怒，让我滚开。多谢中车府令了，那扶苏就在这里等着吧。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陛下正和16公子聊得开心呢。扶苏闻言不由得想起那个痴傻的16弟，纯愉悦的书信他看了，实在是想不通这件事为何会跟贪狼扯上关系。加上他离开咸阳这段时间，消息不灵通，很多事情并不知道。还是等他们聊完再问问吧。大哥回来了，那我去迎接大哥。虽然贪狼觉得扶苏身为长公子，信奉儒家那一套，还支持分封制，简直是脑袋被驴踢了，但他却依然记得从小到大，扶苏没少对他这句痴傻之躯的照顾，有恩贪狼必报。不用理会。父皇，大哥毕竟那么远赶回来，不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让他长点记性。走，去看看朕给你的封地。父皇，那叫新城，可不是封地。虽说是独立自主的新城，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您的统治之下。出发吧。扶苏看到嬴政和贪狼还有李斯以及王翦从院子里走出来，想要上前去被士兵拦下。始皇出巡，闲人莫入。我是公子扶苏，快让我过去。始皇有令，任何人不得靠近。你们放肆！我是陛下身边的中车府令，陛下出行必须有我跟着。你们这是做什么？始皇有令，让尔等在此等候，若敢抗命，杀无赦。赵大人，父皇他们这是要往何处去？回公子很可能是去看16公子的封地去了。今日早朝，16公子跟陛下讨要了封地，要建造一座城池，就在咸阳边上。陛下答应将周边的土地全都赏赐给了16公子。父皇给16弟封地了？是。太好了，父皇这是妥协了，同意分封制了。始皇帝都这么偏爱贪狼了，你还在这里高兴？扶苏反而不急了，他一直认为分封制才是正统，符合周礼。如今嬴政愿意答应，他为大秦感到高兴。从这里开始，四周100里内的位置都是新城的范围。王儿对新城的建设可有规划？有一些，但还不完善。一座城市需要的基础设施有很多，不是1天2天就可以做好的。朕将皇陵建设停了，所有的劳役皆给你用，并且有许多工匠皆是能手。谢父皇。能给秦始皇建造秦皇陵的工人，每一个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千古第一陵墓，哪怕几千年后都没能打开，可见其建造的多精妙。16公子，你准备将农作物种在什么地方？先种家门口，种子本来就不多，不过土地有点不够用，不如父皇您再赏赐我点。需要多少？不多，100亩足矣。可，朕将周围100亩的土地全都赏赐于你。谢父皇。又得100亩土地，钱是在现代社会城市里可是寸土寸金，1年存的钱还不一定买得下1个平方。那边出了何事？16公子，一些刁民想要瞻仰陛下和您的风采，不必理会。那就让他们看看呗，能有什么？反正咱们的兵都跟着，不会有事。我去看看。还没处理好，陛下，这诏书刚下来。秦始皇，求求你为我们做主啊！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能就这么收走了。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说。今天下诏书，要收走我们的土地，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世世代代吃饭的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能收走啊！乡亲们，我是秦始皇陛下的16公子，大家之前应该看过诏书，我是负责监国的，也就是说，如果秦始皇不在的话，我的权力跟皇帝一样大。安静，乡亲们，你们听我说，陛下下诏书，并非要收走你们的土地，而是要在这片土地上建造新城。你们但凡是被规划到这个范围之内的人，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土地绝对不会被收走。不仅如此，我还会让人统计你们家里的人口，按照人头给你们再分配土地。到时候你们就是新城的第一批居民，成为我新城的居民，人人有房屋可以居住，人人有土地可以耕种。在秦朝这个时代，如果他敢喊出免农业税、免劳役，全国各地的百姓都会蜂拥而至。这个时代，除了老秦人对秦始皇有种堪比神明般的崇拜，其他6国对秦始皇都是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嬴政太着急了，6国的终结，大帝国的伊始，他有太多事情要做，马上就要修建长城，马上就要执行新政策，压根没有给战后的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秦朝才会被称之为暴秦。在位期间，大大小小的刺杀造反不计其数，在陈胜武关起义的时候，现杀县令，郡杀郡守，可见百姓对秦朝之愤恨，而百姓想要的只是有地种、有饭吃，仅此而已。感谢16公子。16公子的大恩大德，我们莫齿难忘。谢16公子。如果贪狼去当将军，这山东将士们的战力、鼓舞士气是数1数2的。这种魄力，可与商鞅变法之时一争高下。只是法家这条路，注定孤独又寂寞。
狼儿做得不错。16公子，你这是怎么了？我只是有点感慨，咱们的百姓是多么的淳朴，你只要给他们地种，他们就会对你感恩戴德。可是咱们大秦的土地本来就是大秦子民的。是啊，你只要让他们有土地种，有饭吃，有地方住，能穿得暖，他们就会愿意为你拼命，去护着你，阻挡任何人来伤害你。如果这样，朝代为什么会覆灭？如果这样，万世基业就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了。所以16公子，老头子这辈子没什么大梦想。之前喜欢跟陛下要土地房屋，要美女钱财，那些都俗不可耐，年纪大了也用不上那些了。如今老头子有了个梦想，也是唯一的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可以在老头子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16公子建造的新城，不知可否？老将军您放心，1年内新城将会出具雏形，3年之内新城将会建造完毕，让我们一睹未来。好，16公子，您方才那么做，应该还有另外一层的目的吧？没错，我新城建立虽然会招收难民，但难民毕竟是难民，疾苦劳累已经没有多少劳动力了，所以我需要更多的百姓。我今天所说出去的话，就会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到时候人人皆知，就会有很多百姓想要加入我新城。此子甚像无望。16公子，降造所准备建造在何处？就建造在河边吧，我还有一些其他想法，到时候尝试一下。丁国运延长1天，丁国运延长2天，丁国运延长7天。接连不断的系统声音，无时无刻的提醒着自己这个儿子，简直就是一个宝藏。狼儿，朕会派官员和工匠来帮你，你尽快开始准备吧。后天难民应该就会到咸阳城外了。还请父皇放心，儿臣会处理好的。父皇，扶苏公子，中车府令大人让我告诉您，等回宫后，他会找机会帮您说话的。到时候等陛下消了气，就会见您了。代我谢过赵大人。扶苏公子，我家公子有请。是16弟吗？是。司还要回去准备给16公子处理新城封地的事情，先行告辞了。哼。老将军，扶苏公子，南山公主，你怎么会在这？扶苏公子，我只是我家主人的奴婢，不是什么公主。那16弟，女士是已经好了吗？从来没有过什么问题，何来好不好一说呢？那你……贪狼笑而不语。这些年，他这具身体忍受的屈辱和折磨，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甚至嬴政当年在赵国当质子的时候，日子都比他好过。他能活到今天，归根结底就2字：难杀。大哥，来喝茶。16弟，你为何要隐藏自己？如果父皇早知你有如此的聪明才智，一定会好好培养你的。大哥，您是第1个皇子，您的母亲是郑夫人，您的舅舅可是昌平君。住口！怕什么？这里没外人。你们放心，老夫不会乱说。就算昌平君是个禁忌，但你依旧出身不凡，有人护着你，你代表了这些人的利益，甚至父皇对你还甚是宠爱。当年吕不韦离开咸阳的时候，父皇还让你去送吕不韦。你说这些做什么？昌平君是秦朝的功臣，为秦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却是楚国人。当年秦国出征伐楚的时候，昌平君极力反对被流放，而后叛秦归楚，在淮南被拥为楚王，后被王翦和蒙武攻伐。而吕不韦就更是一个禁忌了，甚至有人怀疑嬴政就是吕不韦的孩子。所以当年吕不韦离开咸阳的时候，嬴政让人带着扶苏去送了吕不韦。吕不韦在看到孩子以后，毫无遗憾地离开了咸阳。我想说的是，大哥您身份高贵，有人护着，我呢？宫女之后无依无靠，我多少次被打，多少次差点因各种意外而死。我想您应该很清楚，我装疯卖傻活到现在都算我命硬。若是展露出点天赋，你觉得我能活多久？咱们这些兄弟中死的也不止1、2个了。我不信你不知道，最是无情帝王家啊！16弟，我听说你跟儒家的人产生了冲突。扶苏啊，扶苏，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还一直叫嚷着要将6国贵族给送回去，将土地再分封给6国，这特么头被驴踢了吗？没有，只是砍了几个儒家的败类。你怎能这样？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好好说？为什么要动手？你怎能如此残暴？我残暴？一群人来我家门口叫骂，我砍个人怎么了？要是敌人来我城门口叫阵，你的意思是我必须得跟他对骂，不能动手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怎能相提并论？怎么不能相提并论？何况那群假如，我杀几个怎么了？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辈，顶着儒家的名号坑蒙拐骗，我这是在替儒家清理门户。那些都是大儒，都是解读过孔圣典籍的大儒啊。嘿，他们也配？那我问你，你为何读书？
继承孔圣儒学，宣扬仁爱之名，奉行周礼之治，天下安康。狗屁不是！那你觉得你的老师淳于越为何读书？那些大儒、那些儒生为何读书？当然是继承孔学，学习儒道。错，他们读书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他们读书是为了高人一等，是为了达官显贵，更是为了压榨百姓。他们读书是为了掌控百姓，是想要让王朝都为他们所用。你何来如此之说？我不跟你解释，我的扶苏好大哥，不要每天宅在家里，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不要盯着圣贤书，看看百姓是如何生活的，再看看那些儒生是怎么样生活的，最后你再去问问，还有几个儒生真正的心中怀揣着梦想，有着崇高的理想。大哥，你知道我为何读书吗？为何？我读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4句一出，扶苏满脸的震惊，似乎顿悟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想到贪狼的才学竟已到了这种地步，这4句话定会流传千古，无人能超越，简直说出了天下读书人的心声。大哥，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他们也不一样。我不知道你志向是什么，但我在乎的是天下百姓，是我大秦的繁荣昌盛。回去告诉那些儒生，不要再来招惹我，否则来一个嘎一个，来一双凑一对。若敢反抗，灭儒也不是不可以。历史上秦朝的灭亡少不了儒家的助力，若是给儒家权力，他们就会歌颂你，帮助你掌控百姓；如果不给他们权力，他们就会煽动百姓，说你不仁不义。不然，暴秦的名头是谁起的？谁骂得更起劲？16弟，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我这人嘎人从不留手。请受扶苏一拜。大哥，你这是做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不如你。这4句一是为天下读书人立心，扶苏代天下读书人拜谢。原来剽窃是这种感觉，好羞耻啊！不过我喜欢。等你真的明白这4句话的含义的时候，再来感谢我吧。扶苏羞愧，回去以后定当仔细思考。大哥，你长途奔波劳累，早点回去休息吧。那你跟儒家？我没错。还有，以后让他们不要自称儒家，他们还不配。真正的儒道不是这样的。那什么才是儒道？顶天立地，浩然正气。我扶苏蹉跎半生，熟读儒学，精心研究，最终，16弟告辞。你们怎么了？殿下受教了。今日听16公子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瞬间明白了很多道理。是不是感觉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对，老将军，那个降造所的事情。老夫这就去准备人手，下午就能开始建设。那请老将军帮我找来几个工匠，我需要先绘制图纸。放心吧，16公子，这件事情交给老头子我了。休息了这么多年，老头子也该活动活动了。老夫这就去安排。不如吃个饭再去。不了，这是大事，不耽误了。这老将军倒也挺可爱的。我操！你说这老头可爱，你问问其他6国的将士、6国的贵族、6国的百姓，他们答应不？这糟老头简直就是一个活阎王。作为一个现代打工人，跟这些古代人杰周旋实在是太费力了。好在我有筒子。我这个便宜老爹到底在想什么呢？试探嬴政也不是1次2次了，今天在那些农民面前也在试探嬴政的态度。但嬴政对我那些过分的言语似乎并不在意。但嬴政为何突然这么信任我？要说什么父子之情，那纯属扯淡。但结果终归是好的。筒子。兑换300袋玉米种子，300袋土豆种子，300袋红薯种子，再来把920手枪。积分清零了。好在筒子比较良心，1袋种子就是1亩地的量，还是得防着点。万一嬴政这老头准备坑自己，那就不美丽了。石伟、素白，去把你们的手下都喊过来，准备种粮食了。是。今天将外面200亩地全部耕好，全部种下种子。记住，这些种子代表着我大秦的未来，极其珍贵，一颗都不能浪费，知道吗？是，殿下。好多空地都是咱们的，以咱们的土地为中心，周边外扩，只要你们开出来的就是咱们的。是。宁野，你喊10个兄弟过来，在4周守着，谁敢过来，直接给我砍了。另外，让那些士兵去一边守着，不干活也别碍事。是。杜铁山，我教你打造的锄头、铁锹这些农具，你打造的怎么样了？殿下，您看，这就是我按照您的要求打造出来的农具，还有钉子。不错。殿下，我有一事。
说：“我看殿下需要锻造更多的东西，我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有限。我之前认识一些铁匠，您看能不能喊来一起帮助殿下锻造东西？靠谱吗？我锻造的这些东西你也看到了，都属于机密，只要来了我这里，可就没有自由了。当然，只要给我干活，待遇肯定是没得说。我不仅会给你们很高的工钱，还会给你们安顿家业，分发田产。愿意，他们肯定愿意。那你联系他们吧，来了以后我会审核的。好，谢殿下。”这个时代降级卑微，虽然可以养家糊口，但也生活不易。跟着贪狼，不仅可以有工钱拿，还有田产，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你若是有家人，也可以接过来，到时新城建造起来，你们都算是第一批居民。谢殿下，殿下之恩，铁山莫齿难忘。这个不是，这个也不对，错的都是错的。儒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扶苏呢？殿下他在书房。老师，您慢些，您身体还没好呢。这老头刚吐完血，怎么精力这么旺盛？怎么会这样？殿下，您这是怎么了？老师，你是为了16弟的事情而来吧？此子嚣张跋扈，完全不将儒家放在眼中，更是屠杀我儒家血统，简直可恶可恨。殿下，您作为我们儒家的成员，还请为儒家众人做主。我不是儒家成员，我只是扶苏，是始皇陛下的儿子。殿下何出此言？老师，学生有一个问题，还望老师作答。你说，请问老师，在您心中，什么是儒家？什么是儒学？什么是儒道？孔圣之道，即是儒道；孔圣之学，即是儒学；孔圣之家，即是儒家。那请问老师，您是为何而读书？当然是为了这天下苍生，为了传扬我儒家学说，为了我大秦的繁荣昌盛，为了恢复周礼制度。这些答案压根不用思考。说完之后，他自豪地看向扶苏。这些年，他不断向扶苏灌输这种思想，所以他敢肯定，扶苏会为儒家出面。周礼吗？殿下，贪狼他肆意杀害我儒家血统，您在想什么？难道要等着他们将我儒家屠杀殆尽吗？老师，你可能教我？为师不是一直在教你吗？儒家要心存大义，仁爱世人。那扶苏问你，您可能教我如何为天地立心，您可能教我如何为生民立命，可能教我如何为往圣继绝学，可能教我如何为万世开太平。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如何做到？何人才有如此胸襟？几乎不可能实现。扶苏，你不用说了，你做不到，你回答不出来吧？我现在要进宫面见父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若是能做到这些，足以成圣了吧？淳于越已经无法掌控扶苏了。殿下，您见到陛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怒斥那个贪狼，简直不为人。如此残暴之人，应该车裂之。去皇宫。老师，您没事吧？没事，接下来咱们就等着看贪狼如何受到惩罚吧。老师，刚才扶苏公子说的那些，假大空罢了，不必理会。嬴政回来以后，一连下达了几封诏书，全都是为贪狼在开路。每下达一条诏令，就会收到统资的提示，足足给了5年的国运，也就是5年的寿命。统资，朕现在有多少寿命了？丁已经累积70年的寿命了。70年啊！有了这些时间，朕就可以完成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陛下，扶苏公子求见。炫，要是朕真的可以长生不死了，那岂不是比朕的子孙活得还要长久？儿臣见过父皇。若是狼儿，他会对我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还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是知道父皇喜欢长生，就对着喜好使劲对，是吧？好好好，文才学识这么好，还这么会拍马屁，是吧？谁让你回来的？淳于越和乐景春以及一众儒家学徒给儿臣写信，说16弟要屠杀儒家，所以儿臣才违背父皇诏令，私自回咸阳，还请父皇责罚。屠杀儒家？哼！若不是朕拦着，说不定真的会有一场屠杀啊！16弟这般猛的吗？还是父皇亲自拦下的？怎么，儒家那些人将你喊回来，是让你替他们出头？都说了些什么？不敢，儿臣此次前来是向父皇请罪的，没有您的诏令，私自回咸阳，儿臣有罪。你可知朕为何将你派往边疆？父皇是要我自省，明白您的深意，让我知道，其实您这些都是有深层含义的。如果扶苏真的明白，就不会被淳于越等人的几封书信就给召回了。他让扶苏去往边疆，说是发配，其实就是保护。扶苏终究是他认定的继承人，去边疆那是为了让扶苏更好的接管军权。蒙恬是他最信任的武将之一，将扶苏交给蒙恬才是最安全的。
朝堂之上如今变化太多，远离朝堂，远离阴谋，才是对扶苏的保护。其次，扶苏生性说好听点叫仁德，说难听点就是软弱，去往边疆跟边疆战士一起磨砺一下。可如今看来，在边疆估计也是每日读书，上战场是不可能的了。如此一步棋，扶苏都看不明白，他如何放心将大秦交给他？孺子不可教也，贪狼才是朕的好大儿啊！这几日在家闭门思过吧，就不要外出了。父皇，儿臣在边疆这段时日。扶苏跟嬴政汇报了在边疆的情况，有理有据，倒也干了不少的事情，但在嬴政听来，手段还是太软弱，不够强硬。估计那些士兵们对扶苏并没有多少信服。若是贪狼去边疆的话，别说边疆士兵了，就算蒙恬，估计也被收入麾下。若是有贪狼那气魄，别说匈奴被战退700里，估计早就打到匈奴老巢，饮马瀚海，风狼居胥，西归大河，列郡齐连了。没法比，压根没法比呀！好了，朕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今天跟16弟谈了谈。你们说什么了？好，不愧是吾儿，好一个为万世开太平！哈哈哈哈！他说的没错，你要明白，你读书是为了什么？如果说你读书是有更伟大的目标，有更崇高的理想，读书可以帮你；但如果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读书，那么读书只会让你成为一个傀儡。儿臣明白。行了，回去吧。赵高，臣在。赵高，你是个4人，4人是没有自称为臣的。奴才知道，你只是寡人身边的一条狗，需要你叫的时候，你要去咬人；不需要的时候，你就必须保持安静，否则的话，杀狗烹之。奴才明白。自从东巡回来，秦始皇对我的态度明显就不好了，今日更是直接提醒我的身份。难道说我挑拨离间扶苏和探狼？秦始皇知道了，去拿丝绸来，最好的丝绸，朕要写字。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陛下这句话简直写得太好了，古往今来无出其右，必然会名传青史，代代相传。不错，这句话定然会代代相传，名留青史。不过这句话并不是朕想出来的。哎，这世间除去陛下，难道还有如此才华的人？这样的奴才还真不好找。不得不说，赵高作为一个奴才还是很称职的，把朕的每个生活细节、每个动作的含义都把握得很精准，更懂得朕的心理。不过这颗脑袋还是留给贪狼来取吧。这4句话乃是16说的。哎，16公子，那怪不得，原来是16公子。16公子才华横溢，这一点也不奇怪。哦，你一早就知道16才华横溢？奴才不知。哼，扶苏去哪里了？去了郑夫人那里。将这幅字给朕挂起来，挂到最显眼的位置。是。母上大人，扶苏，你终于回来了，都瘦了，是不是在边疆受苦了？没有，蒙恬将军待我很好。为娘托人给蒙恬将军送过好多封书信，还给你送去了些许衣物，这时你都收到了吗？收到了，感谢母上。唉，傻孩子，不管你去哪里，为娘肯定会担心你的。扶苏明白，楚国那边可有消息？项燕之子已成气候。那齐国可有动静？扶苏，你就不要再劝你父皇了，你父皇是绝对不会答应的。这是扶苏的使命。母上，您知道贪狼吗？那是你父皇钦点的监国，但是扶苏，监国应该是你的权利，你要学会争取。毕竟，母上，我记得他那时候有些痴傻，时常被欺负，我还护过他。可如今，扶苏，人心难测，你太过单纯了。或许吧，那是能说出那番旷世之言的人，又能快到哪里去呢？今个小爷非要剥了他的皮不可，个板板的赶回我粮食，拿回去扒皮，晚上给兄弟们加餐。16公子，老将军，这些士兵放心，都是心腹。那行，都去帮忙把剩下的土地开垦出来吧。那这些工匠如何安排？稍后再安排吧。厨子，你过来。待会干完活的士兵，一个人1碗羊肉，羊汤不限量。殿下，这得多少羊肉啊？无妨，钱不是问题，不能亏待自己的士兵，赶紧去办吧。是。安排完之后，贪狼带着工匠来到一片空地上，将自己定制的计划说了出来。一众工匠闻言不由面面相觑，什么流水线、水力操控、锻造炉什么的，他们压根听不懂。16公子，我们工匠的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来吧，恁千金之躯不适合做这些。哟呵，16公子，别冲动，这可都是咱们大秦的大工匠。我知道，我心里有数。16公子，你也知道，咱们大秦跟墨家的关系并不好，这些大工匠还在咸阳留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您可不能冲动了。老将军，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激动。你给我保证，绝对不能冲动。行，您放心吧。你们几个来看看这份图纸能不能造出来。一个养尊处优的皇子能拿出什么图纸？
这是16公子，这图纸是你所画吗？这上面的符号代表什么？这也太详细了！天啊，这是我李金安见过最完善的图纸，堪称艺术。就算是墨家墨子，都不一定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图纸。还有16公子，这是什么材质？为何如此轻便？还有如此韧性，更是可以折叠，简直和布匹一样了。李金安一口气问了这些问题，然后直勾勾地盯着贪狼，迫切地想要知道答案。贪狼笑而不语，其他人闻言也凑了过来。这怎么可能？这真是16公子你画的？不然呢？这你叫什么名字？回16公子，我叫李金安。以后你就是将手，所有工匠都听你指挥。这小子上来就先打压一下，而后分辨一番，再选其一为领头，待日后观察之后，可随时更换，驭人之术把控的恰到好处。虽然现在16公子是将少少府，但实际上整座新城都归16公子管辖，说是城主也不为过。谢16公子，李金安定对16公子殿下马首是瞻。我将手的位置这就没了，什么情况啊？这是。李金安，你跟我来，我教你如何识别上面的符号。一众工匠看着李金安跟随贪狼走到远处，满脸的羡慕。他们作为顶级工匠，自然知道那些符号的意义。今后他们将都会成为李金安的部下，再无超越的可能。16公子今后定会成为开宗立派的存在，就算成圣都有可能。这些数字简直太神奇、太简便了。没这么夸张，好好做事，去忙吧。石伟，殿下，记住刚才那个工匠，你就在这里盯着，如果他敢不听从李金安的命令，立即将他嘎了。秩序的建立，有时候需要用鲜血来祭献。是。吃完羊肉，喝完羊汤之后，贪狼召集自己的100名亲兵。这100名士兵是系统给他的，所以是绝对的忠诚。王翦看着这些士兵，每个身姿挺拔，队伍整齐划一，非常惊讶，当即心中就有了一个评判：精英中的精英。兄弟们，主上，今天辛苦了，都早点休息，明天都给我把刀拿稳了，说不定需要你们砍人。主上的意志就是我们的目标。都散了吧。16公子，你这些士兵是怎么训练的？简直太厉害了！老将军可是想要这练兵的方法？对于一名将军来说，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战无不胜的士兵，是所向披靡的将士。他渴望战甲，渴望兵刃，渴望贪狼创造的战马3件套。更何况贪狼这练兵的方法，对于他来说，绝对是无价之宝，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可以吗？那有何难？不过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只要您答应帮我训兵，我就将这训兵方法告诉您，到时候您随便使用，哪怕推广全军都没事。没问题，就交给老夫了，别的不敢说，训兵老夫还是有一套的。那好，明天您来的时候，我就将训兵方法给您。好。王翦本以为贪狼会提出什么困难的条件，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直接答应了。看着王翦几乎是跳着离开的，贪狼露出了得逞的笑容。这老小子相当于跟我先卖身契了，竟然还这么高兴。不过很快就能将你们拿下了，只要王翦成为了我的人，王家众人自然也是。至于蒙家，目前还是扶苏的铁杆支持者，只有拿下了扶苏，才能拿下蒙家。扶苏公子怎么样？陛下怎么说？明天灾民就要到咸阳城外了吧？没错。赈灾由贪狼负责。是也。父皇明天要去城墙上观看，你也一起去看看吧。好。天色晚了，老师请回吧。好。扶苏公子真的是好计谋啊！等明天贪狼处理不好灾民的问题，咱们再参他一本，到时候始皇也不能说什么，看他还如何蹦跶。这老头如今还没看明白吗？也罢，我就不掺和了。老师，明日我有一房妾是要生产，所以无妨，老夫一人足矣。谢老师。此时的郊外，一众难民正在连夜赶路。对于他们来说，早一日来到咸阳城，就多一份活下去的希望。那毕竟是皇城，是秦始皇所在，到了那里就有吃的了。支撑他们信念的地方就在前面。明天咱们到了咸阳城，要是他们不开城门让我们进城，我们就冲进去。凭什么他们就有饭吃，我们就要饿死？他们那些勋贵有着吃不完的粮食，却不愿意分给我们，要让我们饿死。我们不如直接反了他，反正都是死，不如拼一次。这都是暴秦害得我们没饭吃，流离失所，还不断增税。这样的朝廷，我们为什么要听他们的？听着这些话语，许多难民的情绪已经被他们煽动，甚至还能听到一些亡秦地主的言论。不知不觉中，他们距离咸阳城已经越来越近了。16公子，已经有难民到城门口了。主人，还早呢，再睡会儿吧。滚！今天主人怎么起来这么早？难民的事情不容耽搁。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准备好了，100口大锅已经在城外支起来了。公子不仅文采精天，还对任何事情把控得很到位。平日里展现出的随意和懒散，都是在伪装。素白，在。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按照您的吩咐，已经集合完毕，随时备战。走，出发。是。樱花，现在是什么情况？回陛下，刚入夜16公子就派人在城门口摆放了百口大锅，此时已经煮好了粥食。走吧，去看看他会如何处理。你这个臭小子，叫你多少回了还不起来？啊，爷爷，这才什么时辰啊？别管什么时辰了，快起来！父亲，冯家已经出发了。兔崽子，我让你磨磨唧唧的，今天要是耽误了事，看我不把你皮扒了。刚才探子报，此次难民可能多达30万，若是冲入咸阳城，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听说有人在散播谣言，说天灾是暴前暴政导致，并且煽动灾民造反。这种情况虽早就预料到，但也没有办法。公子，刚才我已经看到陛下的车辇去了城门口。王将军，您一路奔波劳累，如今还让您这么早赶来？公子说的哪里话？外面30万难民，陛下都去了，我岂能不去？那咱们也出发吧。也不知道16弟会用怎样的方式安置这30万难民。30万并不止纯粹的难民，希望16公子能安然无事。王将军，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公子去看看就知道了。快随我去城门，难民要来了。各方势力到达城门之时，百口大锅一字排开，场面看起来很是壮观。速白，让大家分散，站在锅旁，但凡有闹事者，先斩后奏。是，公子，陛下已经在城楼上。看来大家都挺关注我的。张邯，拿好你的刀，一会说不定要砍人。是。儿臣见过父皇。不必行礼，朕且问你，朕最新得到的消息，灾民多达30万，你可有把握？30万只不过是一串数字，重要的是如何将其排序而已。难民这件事可没那么简单，若是让难民闯入咸阳城内，张邯，大敌当前，有人扰乱军心，给我掌嘴！陛下，臣只是说出问题的严重性，贪狼就出手打人，请陛下为臣做主。狗东西，打你，你不会还手吗？打不过就告状，真他妈恶心！张邯，给我继续打！住手！16弟，难民马上就要到了，还请你专心应对难民。扶苏公子，你可得为我做主啊！我好歹是你的老师，你就忍心看着别人如此殴打你的恩师吗？16弟，你这……大哥，我现在就是在处理难民的事情。打我就是处理难民的事情，简直可笑！你是不是没法应对，所以趁机胡闹，不管不顾，任由难民冲入咸阳城，将整个咸阳城搅乱？张邯，你要干什么？难道在扶苏公子面前还要打我不成？扶苏公子，抱歉了。他把淳于越给杀了。看到这一幕，众人后退了一步，看向了嬴政，发现嬴政并无太多反应。赵高乘人不备，将一枚令牌丢到了城下。蒙毅见状，将扶苏挡在身后，警惕地看着张邯。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定军心。但凡有人敢扰乱军心者，杀无赦。我说能安顿好这30万难民，就能安顿好。如果谁觉得我做不到，那就站出来，你去做；做不到就给我闭嘴。众人不再多说什么，只有扶苏看着倒在地上的淳于越，又看向贪狼。他的举动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面前的这个贪狼跟自己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父皇，儿臣去处理难民的事情了。去吧。16公子，我父亲让我过来，听你的安排。王将军客气了，那边的队伍是王翦老将军昨天带来的，您帮我带着那批队伍维护好秩序，将拿了食物的难民带到新城的安置区。好。陆陆续续的难民来到城门口，有碗的会得到1碗热粥，没碗的会得到1块饼。拿到食物的难民会被士兵喊走，朝着新城的方向走去。看着难民越来越多，眼看就要出现踩踏事件。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何物？老臣不知啊。所有人不要争，不要抢，排好队。我是贪狼，是皇帝的16公子，在我身后就是咸阳城。你们放心，吃是管够，整个咸阳城都是我们的后盾，吃多少有多少，大家有序领取，不要哄抢。王礼，你去保护16公子，如果16公子被人伤了，我把你的腿打断。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如此情景，没想到真实遇到之后，还是难免心酸。以后只要是我新城的居民，就不用再挨饿了。就在贪狼感慨之时，一道人影冲了过来。狗贼，拿命来！俺是王离，我爷爷让我来保护你，你没事吧？要是你受伤了，我爷爷会打断我的腿的，你可不能出事。王离，王贲之子，王翦之孙，好家伙，以后也是当将军的料啊！一门3代豪雄，不愧是后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2个大家族的先祖啊！这基因有点硬啊。嘿嘿，我没事，谢谢你救命之恩。
俺爹说你很厉害，应该不需要我救也没事。兄弟，你想当将军吗？将军，俺也能当将军。当然，你力气这么大，足够以1敌100，当将军那是绰绰有余的，说不定以后比你爹、比你爷爷还厉害。那以后我爹跟我爷爷都得听我的。那必须的，你爷爷现在已经不是将军了，你爹虽然是将军，但以后说不定没你官大，照样得听你的。怎么样，想不想当将军？兄弟，我这是念在你刚才救我的份上，要是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其实我的梦想是做一位文臣，我喜欢看书，喜欢思考，要是能做丞相就好了。我尼玛，文臣还想当丞相，废了一半啊！不如先做我身边的侍卫吧，回头我看看你的真本事。要是有谋略，当文臣也不是不可能。那我得回去问问我爷爷。行，去把这个人挂到城墙上去。好嘞。王离，贪狼要你做什么？公子让我将人挂到城墙上。为什么？我没问。老将军，你们家生了一个好孙子。一个傻小子，平常挨打多了，长了点记性而已。梳理完贪狼安排的事情之后，王离重新来到贪狼身侧，寸步不离。黑暗正在散去，初阳升起，而此时人也多了起来，人群中也开始有人发出声音：我们已经等了几个月了，为什么还要等？城里都是粮食，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城？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进去拿？要让他们发给我们？冲啊！进了咸阳城，荣华富贵就是大家的，咱们也要做城里人，从此不用再挨饿。暴秦害我们失去家人亲人，我们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黄钱必处。人群开始涌动，有人不断朝着前面冲上来，难民们被冲散。所有难民全都闪开，躲到一边去！将士们拔刀，凡过此线者，杀无赦。陛下，这是有人要造反，我带兵下去。父皇，16地的兵力太少，恐怕扛不住这么多难民的冲击，还请父皇派兵镇压叛乱。这是贪狼自己接下的事情，就必须由他一个人来解决。狼儿啊，这是朕对你的考验，更是天下人对你的考验。你所面对的也是朕要面对的。朕一路走来，大大小小被暗杀过无数次，被叛乱过无数次，每次都镇压下去。你想成为大秦的继承人，就必须经受住这样的磨难。看着远处的躁动，挤在最前方的依然是真正的难民。贪狼没有犹豫，杀！所有士兵手中的长刀出，3、5条人命消失。危难关头不得不如此，王离则没有动手。动手！这些明明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难民，为什么要杀他们？他们只是叛乱者手中的工具。如果现在不杀，等冲入咸阳城内，就是一场大战，会死的人更多。鲜血染红了所有人的衣衫，染红了天空，也染红了大地。前面的难民在看到无差别击杀的时候，都躲到一旁去了。如此一来，就只剩下身穿难民衣服的叛军了。若是怕了，就回去。你别侮辱我，我可是王翦大将军的孙子。我们的身后就是咸阳城，城内就是百万百姓，此战必胜，一步也不能退。杀！陛下，这士兵手中的兵器，身上的盔甲，不是凡物啊！若是咱们的兵器砍了几个之后就卷刃了，但这些士兵手中兵器依然锋利无比，还有身上的盔甲更是毫发无损。老将军，这些士兵若是当初你的部下，可能做到这样？不能，就算是朕的黑兵台，恐怕也难以与之相比啊！陛下，您看那些士兵下盘极稳，发力的方式也很独特，看起来他们在挥砍，但是整齐划一的动作更像是在收割杂草一般。哪怕只是如此重复的动作，时间长了也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但这些士兵手中的动作丝毫没有停顿阻塞的感觉，耐力也是非常强劲的。说实话，就算让老夫年轻10岁站在那里，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们。如此精锐，世间难寻啊！若是朕能够有如此精锐士兵，岂不是可以横扫四海八荒，开疆拓土，灭匈奴，守百越，不在话下？陛下，这定然是16公子特殊的练兵方法，才能训练出如此精锐。哦，若是可以训练，那岂不是……老臣已和16公子约定好，等处理完难民的事情，16公子就将这练兵之法交于老臣。不过需要老臣答应他，以后为他练兵。姜还是老的辣，如此老谋深算，也只有你王翦老将军了。扶苏公子，这16公子从哪找来的这些精锐，简直太厉害了。蒙家这次是押错宝了，还是老夫忍得住。等到了贪狼这位隐藏最深的公子出场，哪怕他们站在城门楼上，依然能够闻到浓浓的血腥味。素白，喊人把尸体收拾一下。是。卧槽，特么的谁啊！老阴逼，要不是因为身体被童子改造过，今日就凉了。什么人？樱花，快救人！
公子这是何物？威力如此巨大！特么的，敢来刺杀我，找刺激吗？这令牌我日你仙人！狼儿没受伤吧？你个阉人，没蛋的玩意，竟然敢杀我！真特么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真以为我是胡亥那个没用的二货吗？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祸乱朝政不说，还想万人之上，你也配？呸！陛下救我，救我啊！闭嘴！赶紧把罗网的掌令给我，否则的话，我有1万种办法折磨你。什么罗网？我不知道。陛下救我！不见棺材不落泪啊！16弟，你这样太过残忍。如果中车府令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交由你闭嘴！扶苏公子救我！大家都说扶苏公子善良仁义，还请救救我！妈的，话真多，交出来，否则的话，我让你不仅是个阉人，还是个无胳膊无腿的人棍！在我怀里，上面有毒吧？你怎么会知道？父皇，此人涉嫌谋反，其罪当斩，请父皇准许我斩杀这个阉贼。人都快被你弄血了，还汇报什么？准了！谢父皇。王离把赵高拖下去处理了。好嘞。父皇，我先下去处理难民的事情，回头再跟父皇请罪。可贪狼这一通杀法，竟然涨了20年的国运。看来不管是淳于越还是赵高，亦或者这些造反的暴徒，都是大秦的祸端，嘎得好啊！贪狼来到城门附近难民聚集的地方，让士兵们将人都聚拢过来。你们害怕的不应该是我，不应该是朝廷，应该是那些造反的逆贼。但你们也杀了好多难民。把刀收起来，这些都是我们大秦的子民，怎能对我们大秦的子民动刀？属下知罪。没错，我们刚才是斩杀了很多难民，但这是谁的责任？是那些反贼的责任。他们就是故意拿你们当替死鬼，把你们挤到最前面，让你们替他们死。对了，刚才好像有人喊暴秦，什么亡秦必楚，但是他们在你们队伍中混行了这么久，他们自己有吃有喝，给你们分过一口粮食吗？他们口口声声喊着秦朝是暴秦，但最后不也是秦朝朝廷给你们发放粮食，安顿你们吗？他们除了让你们替他们送死，还做了什么？你们的孩子在饿得奄奄一息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你们的老人在扛不住饿死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都怪他们，他们这一路上有吃有喝，还有力气，却不给我们分一口吃了。还是这位公子给我们分的吃的，他们才不会管我们的死活。太可恶了，他们就是让我们来替他们死的，我恨啊！接下来我将不会再分发粮食了。公子啊，没有粮食，我们怎么活？我们大老远来到咸阳，就是为了口吃食，就是来活命的，没有吃的怎么活？喧闹者斩立决，好人全让公子当了，我就是一个背锅的。我的意思是，不在城门口给你们发粮食，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不仅会给你们分发粮食，也会给你们安排住所，还会给你们分发土地，而且凡是我新城居民，前3年的农业税全免，你们不用交税，只需要好好劳作，囤积粮食即可。我希望有一天，你们家家户户都有粮仓，都有存粮。就算是哪一年再出现大灾大难，咱们家家户户都有存粮，都可以扛过灾难，到时候再无饥荒，再也不会有人饿死。谢谢公子，公子大恩，我们世代难忘。谢谢公子，我给公子磕头了。谢公子，俺以后在家里给你立长生牌位，日日供奉。陛下，这恐怕只有传说中的周文王才有如此待遇吧？是啊，此子甚相吾啊！什么鬼？此子相吾？这16弟，难不成真是周文王转世不成？真搞不懂，为何贪狼杀戮不断，百姓还如此感激他、爱戴他？此子甚相吾，什么时候一个男人才会说出这种话？看来回头得好好斟酌一下。老将军，如此情景，应该就是狼儿口中所说的，百姓其实只想吃饱穿暖，你满足了他们这些要求，他们愿意为你拼命吧？16公子说的没错，百姓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但古往今来，很多君王都做不到这些。是啊，道理很浅显，能想明白的人很少，能做到的更是少有。大家跟我走，成为我新城的居民。我贪狼说到做到，绝不辜负大家的期待。走，跟着贪狼公子，咱这条命从今天起就是贪狼公子的了。去新城，贪狼公子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去干什么。今日贪狼为我们所有人上了一课，希望明日早朝的时候，你们能有所感。走吧，都回去吧。今天贪狼应该会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我们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此时的扶苏看向了嬴政，他觉得此时的嬴政没有了平常千古一帝的霸气和威严，反而更像是一个为孩子担忧的父亲。以往的嬴政似乎从来没有对他有过这种情绪。看着嬴政离开的背影，扶苏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公子，咱们也回去吧。你觉得贪狼做的怎么样？无可挑剔。是啊，无可挑剔。公子，您不用太过担心。其实与您相比，您更为仁慈。但如果您能够血性一点，我想应该比16公子更为优秀。回去吧。新城基地由于时间比较仓促，士兵临时搭建起了茅草屋。如今天气并不寒冷，能够遮风挡雨也足够了。毕竟建造一座城市是需要时间的。公子，这群人里面估计还有反贼隐于其中，怕是。不必着急，你让人统计这些灾民的信息，查看他们的户籍牌从何处来，家中几口人，以家庭为单位记录下来。等到最后，这些人自然会暴露出来。另外，你让素怀带人在这里巡逻，但凡有闹事者斩。贪狼说出此话，不含一丝情感，冰冷至极。成大事者绝不能优柔寡断。他觉得自己跟嬴政有点像，嬴政创建第一个统一王朝，一统6国，各种政策都是创新，都是变革。贪狼觉得自己也是如此。